慕云兰，你不想嫁，本王同样是不想娶。本王已经计划好了，今夜不会碰你，只等这4年之后，就让你假装暴毙，放你自由。可是，你不该如此的羞辱我。妹妹分明告诉我，只要划伤了脸，毁了容貌，楚寒萧一定会厌恶我，将我退回家中，这样我就能和心爱之人在一起了。可事情为什么不一样了？对了，妹妹还说，实在不行就告诉她其他假话。我已经和别人私定终身，身体都给她了。你滚开！既如此，别怪本王不留情面。慕云兰挣扎着要逃离，可楚寒萧高大的身躯犹如钢铁铸就，根本动摇不了分毫，只能如同细若柳枝一般，承受着对方倾泻而下的怒火。西院家住高墙，封死院门，只留一个嬷嬷看守。除了王妃的死讯，其余任何事情都不必再来禀报。慕云兰万念俱灰，对着床头的柱子就撞了过去，软软滑倒，没有了气息。不一会儿，紧闭的双眸蓦然睁开，眸光锋芒凌厉。4年后，哥哥，大坏蛋就在前院，声音就是从那边传来的。走，哥哥带你去帮娘亲报仇，让大坏蛋瞧瞧我们的厉害。好。真的要好好谢谢那位纯姐姐，我不过3言2语描述了一下韩王杀过多少人，手上染过多少血，就吓破了他的胆。若不是那个蠢货闹腾着就喜欢什么君子书生，导致休国公府理亏，怎么可能会有我的今天？一股绿色粉末炸开，随着风四处飞散。要害就害我，别伤害王爷！王爷，衣冠探明无毒，只是一种特殊的染料。后院西南10丈处，立刻将刺客捉拿。是。诸位宾客切勿惊慌，小小闹剧罢了。放开我哥哥，不然周周就代表月亮消灭你们了。你们做事一人当，绣棚是我放的，你们放开我妹妹！一国7省，一大7小，你们算什么好汉呢？妹妹不怕，娘亲说过，邪不胜正。没错，大坏蛋，我们不怕你。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是哪家的孩子？为何前来韩王府调皮捣蛋呢？周周凭什么把名字告诉你这个大坏蛋？原来叫周周啊，那你哥叫什么？周周才不告诉你。啊，让本王想想，你是妹妹叫周周，那你哥哥叫范范？才不是，我哥哥叫八宝。原来是八宝和周周。妹妹，你把名字都说了呀？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男人的事情，我们男人来解决，不要为难我妹妹。轻轻在八宝的小肚子上戳了戳。大坏蛋打小孩了！大坏蛋欺负我哥哥！周周和你拼了！周的头好疼！你们，八宝的肠子断了！周的脑子坏了！诸位，这俩孩子可有谁认识？宾客中互相对视，随即纷纷摇头。别哭了，你们爹爹是哪个？说清楚，本王也好把你们送出去。可怜宝宝，时运不济，无良爹爹狠心抛弃，剩下娘儿仨命途多舛，发霉米饭3人1碗，吃不饱饭，穿不暖衣，憨皮爹爹是何东西？哥哥，这次押上月了吗？押上了，换成感叹句，更能表现我们的愤怒。哦，好，憨皮爹爹不是东西。诸位宾客，今日出了些变故，让诸位受惊，是本王的过失，回头备下礼物以表歉意。殿下说笑了，小孩子玩闹而已嘛。我等先行告辞了。王爷，本王还有事要处理呢，今晚住书房，你先回去收拾一下吧。侧妃，嬷嬷，去查一查那2个小畜生的身份。哥哥，周周现在好高啊！被抱着就这么惊奇，
这平日里他们爹爹都不会抱着他们玩耍吗？说说吧，你们到底如何进的韩王府？为什么要在本王的婚礼上捣乱呢？叔叔，我们两个错了，给你道歉，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道个歉就完了？叔叔，这是爸爸和妹妹最喜欢的糕点了，送给叔叔当赔礼。小娃手上绿油油的，直接给糕点也上了色。叔叔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你还在生我们的气吗？楚寒霄顿时心头一软，在没有染料的位置咬了一口。现在可以说了吗？这是干什么？叔叔，数到3就告诉你哦。3、2、1。楚寒霄只觉得脑袋一阵昏沉，便直接晕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已经是1个时辰之后了。王爷，您醒了。那俩孩子呢？回王爷，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属下左等右等，不见主子的动静，斗胆进书房查看，结果发现您晕倒了，手边还有半块糕点，请了太医过来查看，说糕点里有蒙汗药。那2个小娃娃不见了踪影，府里已经找过一遍了，除了他们遗落的东西，没有任何的线索。楚寒霄起身下床，胸口就一阵发闷。哎，王爷，刚刚给您解完毒，还需要多做休息。毒说起来也是万幸啊，王爷前一阵子不是说运转内力之时胸口刺痛吗？当时下官诊脉并无异常，可是王爷吃下的蒙汗药里有曼陀罗花的成分，竟然意外引得您体内暗藏的毒素提前发作。这种毒十分隐秘，前几次中毒无任何症状，等到中毒7次发作出来，就会无药可医啊！还好发现了及时，不然……没想到2个捣乱的小团子竟意外成为他的福星。瑞影，放出话去，那俩孩子是我故人之子，别让今天这事情影响他们。是。西院，八宝粥，娘亲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出门辛苦了，八宝好想你啊！比心，哥哥说的对，好想你的，哎呀，这是谁家的脏宝宝？娘亲，我们错了，爸爸不该带着妹妹玩颜料，还弄得满身都是。娘亲仔细看看，是娘亲家的宝宝。不可能，我们家的是2个香宝宝，才不是2个绿乎乎的臭宝宝。香的香的，娘亲，现在是臭宝宝，但洗洗还能要。调皮鬼，娘亲这2日事情忙，需要经常外出，你们就趁着娘亲不在捣乱是吧？现在娘亲很生气，你们说说，是先打孩子，还是先洗孩子？娘亲，周周建议边打边洗，双倍效率。妹妹，这个时候就不要追求效率了吧？可是周周都说了，娘亲，要不你再问一遍？莫云兰没有再问，今天好好睡上一觉，明天一早就带着宝贝们离开这里。书房，主子，穆侧妃的侍女前来禀报，说侧妃晕过去了。怎么回事？侍女说穆侧妃脸上沾染的绿色染料根本洗不掉。去瞧瞧。楚寒霄出了书房，刚走了没2步，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瑞影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主子，您的额头上好大一个王八。本王自己走走，你们不必跟着。是。想到白日里2个奶娃娃狡黠精灵的样子，却发现心中并无火气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后院。墙角的草丛边点点荧光闪烁，和他额头上的王八一样显眼。西院，纵身越过高墙。娘亲，周周认输了，我们不玩谁先眨眼谁笨笨的游戏了。周周想吃万果，吃完要仔细刷牙。娘亲，这里住着的只有穆云兰，那俩孩子喊她娘亲，还有万果，那是最近2年刚从百院那边传过来的，宫里都不常见，她怎么会有的？娘亲，你也吃？你们吃，娘亲不吃。娘亲不吃，八宝也不吃了。吃吧，娘亲是大人了。节省果子给孩子，还算是大人，当然要吃个大的。娘亲坏，绝交1秒钟。好了，你们去床上等娘亲沐浴完，就去给你们讲睡前故事。娘亲，今天讲什么故事？该讲哪个了？娘亲之前讲了小红帽暴打大灰狼，美人鱼逆袭当海王，林黛玉倒拔垂杨柳，现在该讲灰姑娘修仙战后娘了。好，一会儿给你编，给你讲。八宝呢？八宝不听故事。娘亲，我觉得你之前给我那本《大周朝律法大全》很有意思，八宝还在研究。你看完了？娘亲，八宝已经有了些想法，等我总结好了再告诉娘亲。八宝和周周穿好小睡衣去卧室休息。莫云兰一边想着怎么编故事，一边解开罗裙准备沐浴。采花贼，
我2把明晃晃的菜刀出现在掌心，暮云，一把药粉蓦然飞了过来，楚寒霄身体一晃，内力快速被压制。武功再高也怕菜刀，功夫再屌一砖撂倒。小贼，你来错地方了。你不认识我？看来还是个名声在外的。孟云兰一把捏住楚寒霄的下巴，一颗黑色药丸直接给他塞了进去。胡闹！你给我吃了什么？登徒子，别动，有刺客。突然，男子抱着他就地一滚，孩子，强行调转内力，朝着孩子们离开的方向赶去。一把特制的弓弩出现在掌心，对着窗户扣动机关，确认外面没有了动静，快速朝着卧房而去。放开我！周周要去找娘亲！大坏蛋，放开我！再不放开咬死你！娘亲！娘亲，快救我！周周和哥哥被大坏蛋抓住了！多谢大侠出手相救，现在没事了。孩子们，到娘亲这里来。楚寒霄只能松了手，奶团子们立马飞奔而去。这位大侠，他是当真的不认识我了？大坏蛋欺负娘亲，还要杀周周和哥哥！哼！我没有。娘亲，大坏蛋怎么了？没事，娘亲用了点药。娘亲，他是大坏蛋，我们把他绑了，然后写信给韩王府，不给银子就撕票。韩王府？娘亲，哥哥说的对，我们把大坏蛋卖钱，然后拿着钱离开。花花花，买买买！娘亲，你不是早就想走了吗？走吗？宝贝啊，你这一嗓子，我们直接暴露了。原来是韩王殿下，殿下新婚燕尔，理应陪伴美娇娘春宵千金才是，怎么有功夫贵族踏贱地来我这西院了？解药。受惊过度，把王爷伤到了，真是对不住。多年未见，我和王爷不太熟悉，一时没认出来，也算是情有可原。您说呢？你我夫妻的确是不熟，以后慢慢的就熟。夫妻没错，可惜啊，没有什么以后。解药。他迟疑片刻，将迷药的解药递过去。楚寒霄解了迷药，一把握住他的手腕。娘亲和大坏蛋在玩什么？谁先眨眼谁笨笨的游戏吗？大坏蛋你输了，娘亲才是最棒的。穆月兰，你是不是应该向我解释一下？介绍一下，八宝和周周，我的孩子。你的？是。你该知道本王问的是什么，他们的父亲是谁？我说是你的，王爷信吗？本王不信。那就不是，他们的爹过世了，如今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。你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说出来这样的话来？说他是亲爹不行，说不是也不行。这韩王怎么这么难伺候？这些年我一直安安稳稳地待在西院，按照王爷所愿，再没有出现在人前。如今却突然遭遇刺杀，王爷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？主子，您在里面吗？你带着孩子们进屋吧，本王派人清理院子，刺客的事情我会查清楚的。好。这韩王府啊，真是一刻也待不了了。等外面人都散了，他也该带着孩子们走了。娘亲不伤心，周周陪着你。娘亲，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听话，出了西院，才会有坏人过来要杀我们呢？你们出了西院？娘亲，大坏蛋要娶别人，还一直关着娘亲。爸爸和妹妹想帮娘亲报仇。这些事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听到了，桥那边有人说大坏蛋要娶新娘子。不是，娘亲是说大坏蛋是你们爹爹这件事，你们都知道了。娘亲，婆婆之前说过，八宝记得。娘亲还是不要骗我们，是娃娃树上摘下来的了。以后不要叫他大坏蛋了，娘亲和他已经分开，他想娶谁就可以娶谁，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娘亲，你不开心吗？没有，娘亲只是和你们说明白，虽然以后没有爹爹，但是娘亲会加倍爱你们的。娘亲，我和妹妹不需要爹爹，如果娘亲需要的话，八宝帮娘亲找几个。啊，娘亲不需要。娘亲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别人的娘亲有的，你也必须有，还得比别人多，比别人好。等我们离开这里，八宝帮娘亲找。男人有毒药好玩吗？好了，睡觉。娘亲，要请灰姑娘修仙战后娘。派人围了西院，任何人不准进出。是，主子，您的头。重新检查王府，把全部的砖头都给扔了，包括西院。是。
主子，您的剑术又见精进，功夫真是无人能敌了。武功再高也怕菜刀，功夫再屌一抓撂倒。刺客查得怎么样了？刺客有2批，1批8个人，除了被主子击毙的2个，剩下的6人全部都咬破肚囊，自尽而亡。另外1批只有2个，身手极差，已经审问过了，是普通人，稍微懂一点拳脚功夫，收了银子，去探查西院的情况，并不知道幕后主使。2批，第1批应该是冲着本王来的，后面这2人仔细的审问，把底子查干净，没用之后直接处理掉。是。西院围好了吗？按照主子的吩咐围了3层，可就是没有找到主子说的出入口。不急，很快就是有人告诉我们了。穆云兰醒来，本想着后半夜逃走的，怎么关键时刻睡着了呀？大宝，周周，收拾东西。娘亲，我们要走了吗？没错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。太好了！你们这是？娘亲，周周带了点心、被子、小枕头，还有娘亲做的玩具。八宝带了药，都是药。再遇到坏蛋要翻他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结果八宝和周周的东西放入空间，带他们往地洞出口而去。娘3个顺着地洞来到出口，几柄长刀横过来。书房里，你还当真是一天一个样啊？我变得再快，也只是表面，哪里比得过王爷？把他们带下去吃东西。大坏蛋，我们才不要吃你的东西！不好好吃饭，本王就打你们娘亲！我们使劲吃，只求你！娘亲，你别怕，我们吃的多多的，心疼死他。娘亲别怕，等着我们。你仔细把易容退下来，还是本王来？绳子解开，我自己来。慕云兰，前脚伤了本王，后脚畏罪潜逃，这可就是罪加一等了。楚寒霄，当初你我成亲，本就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关了我5年不闻不问，外面很多人都以为我这个韩王妃死了吧？那刺客我越想越不对劲儿。你刚成亲就有人去杀我们，难道不是为了给新人腾位置？我们岂能不逃走保命？你是王妃，莫锦柔是侧妃，按照规矩，侧妃不可扶正。你少给我胡搅蛮缠。规矩是死的，人却是活的。王爷都以正妃理智迎娶侧妃了，还会介意再坏一次规矩？接往椅子上一坐，懒懒地靠在椅背上活动手腕。你坐好了？我不会。你匆忙逃走，是本王发现了那俩孩子，所以心虚了是吧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你这个做爹的不合格？我不想让2个孩子认你，所以干脆离得远远的，来个眼不见心不烦。你王爷，穆侧妃来了。送上门的仇人，不踩2脚报仇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。你是几年不见，妹妹这是不认识我了？我原来妹妹，我们都出嫁了，而且姐妹共侍一夫，我为正，你为侧，你应该称呼我一句王妃，还要恭恭敬敬的行礼才是。王爷，希儿不是被封锁着，怎么如今开了？妹妹，当然是因为你了。妹妹初到王府，按照规矩，第2日必须向主母敬茶，才算是正式入门，成为韩王府的一份子。这不，我一大早就来了。王爷从来没有跟我说过，而且你一身男装，这还不是王爷夫妻之间的情趣吗？你慢慢就懂了。王爷，按理说我向姐姐敬茶是应该的，只是我入府之前，太后娘娘吩咐过，我是以正气之礼入府，3日后入宫谢恩。太后若是问起来，什么？妹妹，你不是早就喜欢王爷多年了吗？还情根深重，至死不渝的。现在因为这点小事儿，你就不顾夫君的脸面找太后告状？你要让天下人都知道韩王府后院不宁，你要让所有人都看韩王府的笑话。我不是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太后让你以正妃之礼入府，那是她老人家仁慈，你心怀感恩就是了，可不能误解太后的好意。难道太后明着说你是正妃了，把你穆锦柔的身份明着刻入玉牒了？我怎么不信她老人家会违背先皇的意思呢？没有，姐姐不要乱说。那你是不是侧妃？我是。这茶你该不该敬？我敬。既然承认自己侧妃的身份，那你自该称妾。妹妹，你母亲是妾，这么多年还没有教会你如何当人妾是吗？王妃姐姐教训的是，妾知错了。王爷，您也坐吧，见证妹妹人生的重要时刻。愣着做什么？上茶。是。姐姐，请喝茶。他伸手准备去接，结果穆锦柔手腕一抖，顿时朝他倾泻而去。姐姐，你从前就不喜欢我，如今我们都入了王府，你就算不满，也不用这么琢磨我吧。穆云兰站起身来，身形摇晃，猛地往楚寒秋的方向倒下去。王爷，我好晕啊，许是昨天太累了，才没有端稳茶盏，都怪你。昨晚太累。妹妹，
怪我不好，这茶就当你敬过了。王爷，妹妹衣衫湿了，不如让她回去吧，换身衣服，免得着凉了。我们接着说刚刚的事情，你觉得呢？好，来人，送穆侧妃回房。这个狐妹子，等着瞧！等等，妹妹带来的食盒就留下吧，我和王爷还没有吃饭呢，正好尝尝你的手艺。放心，我会照顾好王爷，让他好好吃饭的。他胡乱的点了点头，被侍女扶着大步离开。说吧，两个孩子的生父是谁？王爷，人生短短几十载，何必那么较真呢？你要是喜欢，我让八宝和周周叫你爹；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带着他们远远的走，绝对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。如何？你敢耍本王？怎么说着说着还急眼了呢？我说你是亲爹，你不信；我说你不是，你也不信。要不王爷仔细想一想，究竟想要什么答案？你想好了告诉我，你想听什么，我都可以说给你听。来人，把韩王妃丢回西院。啊，不用丢，我自己走。八宝和周周呢？我们一起走，不碍夫君的眼。本王只说过让你回去，可没说八宝和周周。你要扣押我的孩子？你不是说他们是本王的孩子？本王把他们留下来，提前培养感情。孩子怎能离开母亲呢？由不得你。来人，送王妃回去。回到了西院，只觉得整个院子安静的让人心慌。楚寒笑竟然把地道填平了，这动作也太快了吧！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，想得美！芳妃院，侧妃打听清楚了，您走了之后，王妃在书房逗留了好一会儿才离开。除此之外，奴婢还打听到一个重大消息。什么？在婚礼上闹事的那两个孩子叫王妃娘亲。你确定？奴婢亲眼见到瑞影带着他们前去王爷的揽翠居，他们居然喊着要回西院找娘亲。西院除了王妃，还有别人。那两个孩子是王爷的？不对，德妃盼孙子快盼疯了，说那两个孩子真是王爷的血脉，不可能被关在西院至今，那肯定是两个小野种。嬷嬷，你去办件事情。书房，主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主子，那两位小祖宗已经快把房顶都掀了，您快去瞧瞧吧。人呢？揽翠居正烤鱼呢。这鱼哪来的？您池塘里养的极品红顶虎头。池塘那么大，他们怎么捞上来的？小公子他往水里扔了超级无敌爆辣球球弹，鱼受不了，自己跳出来的。刚一进院门，就看到烟雾飘飘，两个小娃正一边撕他的书卷，往火堆里扔。叔叔，鱼快烤好了哦，八宝和妹妹不能光吃叔叔的东西，我们也要回报叔叔。当当，正宗萌宝牌爱心烤鱼。这是烤鱼？叔叔，你没见过吗？烤鱼可好吃了，你快尝尝。烤鱼见过，只是没见过蓝色的烤鱼。一只棕色金蛙狗从草丛钻了出来，直直朝着八宝和周周的方向冲了过去，跳起来就要去咬周周的喉咙。主子，这狗是太后娘娘的。护卫们反应及时，连忙找了网子将狗网住。小杰，你在哪儿？主子，太后娘娘的爱宠之前生了病，什么东西都不肯吃，现在见到穆侧妃之后，对她极为喜欢，只能吃得下她亲手做的东西。太后爱惜她，就让穆侧妃将狗带出宫来养上几日，调养好了再送回去。奴婢见过王爷。穆侧妃呢？侧妃娘娘身体不适，回到院子就歇下了。奴婢奉命带着小金出来遛弯消食，却不想她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，直接跑掉了。哥哥，她是疯了吗？好像也不是全疯，不过也快了。两位还请不要乱说话，小金可是太后娘娘的爱犬，侧妃精心照顾着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就疯了呢？哥哥才不会乱说，他看东西可准了。妹妹不去，不理他。既然是皇祖母的爱犬，身为侍女看管不到，拖下去，杖责30。瑞影，这狗给穆侧妃送回去，告诉她，要是照看不好皇祖母的宠物，就尽早送走，别给韩王府招祸。是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刚才吓到了吗？周周不怕，周周有的是力气。坏狗狗咬我，周周就打它。叔叔，你的牙齿怎么了？张嘴啊！楚寒霄下意识张嘴，周周举起蓝色烤鱼。大坏蛋中招了，好气！妹妹，快说说你的厉害之处，让大坏蛋瞧瞧。大坏蛋，告诉你，本周周的厨艺得到娘亲郑重认可，周周出征，寸草不生。没错，妹妹超厉害的。主子，您漱漱口。楚寒霄漱了几次口，才勉强将味道清理干净。你们在胡闹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坏蛋，欺负娘亲，欺负周周，欺负哥哥。
眼看着两个奶团子不断打嗝。怎么了？宣太医，去太医，他们打嗝。王爷，您在外间稍等，我先帮两个孩子瞧瞧。哎，好。眉心紧紧蹙着，心中像是燃了一团火，又像是堵着一块冰，前所未有的复杂难受。怎样了？王爷放心，两位小主子只是略微受了些惊吓，不碍事的。不过，什么？小姐没什么事，身体康健得很。公子的情况就复杂多了，他有先天不足之症，心肺极为脆弱，按照常理应该活不过2岁的。王爷莫慌，小公子福气深厚，德育神医，已经被调养得好了大半，今后只需要精心照顾，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影响。不过还是要多加注意，不可情绪太过激动，更不可受到巨大的惊吓。怪我。王爷啊，两位小主子已经睡着了，等他们睡醒了，再喝点安神的汤药就没事了。好。王爷，您说话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屈太医给诊了脉，发现是毒素刺激舌头导致的暂时性口吃，没什么大碍。大坏蛋，坏弟弟。八宝和周周睡了1个半时辰才醒来。大坏蛋！我。大坏蛋，你变成结巴了。对不起。还有哥哥呢，我们2个人，你要说2声对不起，我们才可以都原谅你。对不起啊。哼，娘亲呢？我们想娘亲了。西苑，你们吃饭，晚上送你们回去。说话算话吗？算。那拉钩啊！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，盖章。好了，我们盖章了，说话不算话，要变成小狗的。好。吃完了饭，楚寒霄牵着2个宝宝在院子里消食。主子，洛城那边又有几个人被押送了过来，现在已经关入了大牢。前去调查的2位幕僚也已经归来，在前院求见。我忙完了，陪你们。坏蛋叔叔，拜拜。保护好了孩子。是。楚寒霄往外走的脚步蓦然一顿。王爷恕罪。拖下去。主子，寇结巴他是真的结巴，不是有意冒犯主子的。王爷勇敢做自己。拖下去。看大门。直到天色黑透，还不见楚寒霄回来。大坏蛋不守信用，要变小狗。八宝和周周决定万事靠自己，往外走去找娘亲。突然，一个黑影朝他们扑过来，护卫们连忙提高灯笼，上前保护2人的安全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快来人！小姐被害死了！坏狗狗死掉了！你们2个坏孩子，竟然害死了太后娘娘的狗！来人，把这2个小畜生绑了！护卫们看着他们不安的样子，表达自己绝对没有抓人的意思。你们没有听到本侧妃的话？属下不敢。那还不快把2个小畜生抓起来！这是太后娘娘的爱宠，如今被害死，太后必定追责。你们不捉拿凶手，定会被一并问罪。护卫们低声听着，身体站得笔直，丝毫没有动弹的打算。看来本侧妃是只会不动你们了。好，那就不劳你们动手。春花春景，去把那2个小畜生绑了。可刚才还柱子一样不动弹的护卫，将八宝和周周严严实实挡在了身后。放肆！你们的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侧妃？我乃太后赐婚，是韩王府正正经经的女主人。你们公然违抗我的命令，信不信我立刻就让王爷处置了你们？谁？好妹妹，是我，你的王妃姐姐呀。看来上次进茶没有教会你妾室的规矩。慕云兰，你妹妹，你称呼我什么？王妃姐姐，我好歹也是侧妃，你怎么能直接对我动手？你都叫我王妃姐姐了，还没明白我为什么会动手吗？那我细致的给你说一说。1，从礼义来说，我是韩王妃，我为正妻，你为妾室，我教训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2，从情义来看，我是修国公府嫡女，你是庶出，嫡出的姐姐教导庶出的妹妹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。于情于理，我对你动手，
那都是看得起你，你都该感恩戴德的受着。我是太后赐婚。没错，正因为你是太后赐婚，是我的好妹妹，姐姐心疼你，所以才亲自动手教导，没有让下人来。妹妹自小就乖巧，必是懂我的苦心的，然后牢记这次教导。我说的对吗？妾刚刚一时情急，请王妃姐姐见谅。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太后娘娘的爱宠被这两个孩子害死了。王妃姐姐说说该怎么办吧。哎呀，乖宝宝，快到娘亲这里来，娘亲要抱抱。娘亲，周周好想你，周周已经一整天没有见到娘亲了。王妃姐姐，这两个孩子叫你娘亲？天哪，王府什么时候有了小主子？王爷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？你也知道八宝和周周是小主子，主子的事情自然是没有必要和你一个妾室讲。王妃姐姐，王爷的子嗣都是要上玉牒的，没有上过玉牒的孩子，那就是不受皇室承认的野种。王爷知道你私自把这两个小野种当成他的子嗣，意图混淆皇室血脉吗？住口！妾身见过王爷。楚寒霄眼神是前所未有的冰冷。穆锦柔维持行礼的动作，小腿发酸，身体摇摇欲坠。王爷，妾刚刚……无碍。王爷，小金被害死了，这可是太后娘娘的爱宠啊！如今，太医是。王爷，狗嘴角有呕吐的血迹，血迹发黑，略有异味，明显是中毒而亡啊！毒？是。回禀王爷，小金下午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吃过的所有东西都记录在册，绝对没有含毒的，唯独什么？不要吞吞吐吐的，快说！小金傍晚的时候出去玩了一会儿，回来的时候嘴里叼了块蓝色的东西，奴婢抢夺不及，他就吃下去了，似乎是烤鱼，奴婢只捡到一点渣渣。这烤鱼不是小主子们做了给王爷吃的吗？吃了顶多也就是口吃，怎么就能毒死狗了？王爷，烤鱼之中含有砒霜啊！周周做烤鱼的时候没有加砒霜呀？你承认了，烤鱼是你做的，难怪了。小金之前调皮，差点伤到了你，所以你们怀恨在心，故意杀了小金。周周才没有。我们做的烤鱼是给叔叔吃的。什么？给王爷？哼！如此说来，你们不仅毒害了太后娘娘的爱宠，竟然还想着刺杀王爷。不是，你胡说！你们两个不过是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心思。那么，王妃姐姐，你是不是该认罪了？妹妹是想说，我指使两个孩子刺杀夫君。这两个孩子瞧着也就3岁吧，总不能是他们自己对王爷动了杀心吧？姐姐真是好算计，知道王爷心善，不会对两个小孩子防备，就先是让他们闹事，毁了我和王爷的婚礼，故意接近王爷之后，指使他们趁机下毒谋害。我没有，周周好宝宝，周周没有。怪巫婆，诬陷我们。发觉八宝脸色有些不对，拿出一颗药丸喂下去。八宝不弃，清者自清，娘亲会证明我们的清白的。我哥哥，清白，再清白，一盆墨汁泼过去，洗都别想洗干净。王爷，您瞧瞧王妃姐姐，王爷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不介意两个小野种的身份？莫锦柔，你什么时候有千里眼的能耐了？王妃姐姐说什么呢？什么千里眼？你一会儿说我指使两个孩子闹事儿，毁了你的婚礼，一会儿说我指使他们刺杀王爷，图谋不轨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必定是有千里眼，隔着院子就能看到了呗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，妹妹这能力实在是好棒啊！以后王爷再上战场，把她带着探查敌情，岂不是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了？王妃姐姐，你别胡说，我没那本事。你没有千里眼，那怎么说的好像你亲眼看到我指使孩子作恶了一般？莫锦柔，我把你当妹妹，你凭空诬陷我们娘仨？当然不是，两个孩子闹事是事实，小杰死了也是事实。八宝和周周身为王爷血脉，在自己家里玩耍着闹事儿，玩闹过度，你大可以告诉我和王爷，我们自会教导处罚，而不是怀恨在心，大半夜的指着两个3岁的孩子揣度他们有多恶毒。婚礼仪式确认了，那么小金呢？他被毒死，总算是事实吧？小金的确是被毒死了，必须要仔仔细细的调查清楚。刚刚那个开口举证的侍女，你叫什么？奴婢春花。春花是吧？是你发现了小金吞吃了烤鱼？是。可有其他人看到？没有了。你旁边那个侍女没有看到，没有接触过小金吗？
奴婢春景当时在照顾侧妃，并未看到，也没有接触过小金。王爷，你都听到了？啊！你们提着灯笼呢，都退远些。一瞬间，慕云兰等人所在的位置暗下去。那是什么？蓝色的光。哇，是蓝娃娃，亮晶晶的，超漂亮的。妹妹在诬陷我之前，没有让人仔细检查那只烤鱼吧？周周喜欢亮晶晶的东西，做烤鱼的时候在上面撒了夜光粉，只要接触必留痕迹。那个叫春景的侍女，你不是没有接触过小金吗？你手上的夜光粉是怎么来的？奴婢，瞧瞧这满手的夜光粉，没少接触烤鱼吧？拿着烤鱼硬是往狗嘴里塞了。奴婢没有。天地万物皆有灵，这小狗被害死了，也会化成冤魂，找人追魂索命。一阵凉风吹过，一团青绿色的火焰突然出现在不远处。鬼啊！主子，快走！冤有头债有主，这小狗要索命，也是找害死他的人，我们怕什么？不要滚啊！别找我索命，别找我！我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，是侧妃。啊！贱婢，是你们害死了小金。侧妃，小金是太后娘娘的爱宠，不就是平日里调皮咬过你们两口，你们就对她下杀手吗？你们不要命，也该想想自己的家人，杀害太后爱宠，你们全家的贱命够赔偿吗？奴婢们知罪。王爷，妾身有罪，妾身教导不严，竟然让侍女生出了恶毒心思，害了小金不说，还差点误会王妃娘娘和两个孩子，妾身甘愿领罚。看到侍女手上的荧光色，不出意外，她现在开口，不仅口吃，还一嘴的蓝汪汪。她只好抬眸看向慕云兰。慕云兰一愣，这是让她来处置。妹妹，如今你已经是韩王府的侧妃了，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王府的脸面。今日竟然还做出诬陷本王妃和小主子的事情，我这个做姐姐的若不罚你，不让你长教训，那才是真正的害了你。王妃姐姐，妾知错了，不管王妃如何惩罚，妾都认了。第一，你之前口出狂言，无视本王妃，大胆的自称是王府的女主人，该掌嘴20下。第二，你污蔑本王妃和小主子的清白，该杖责20。第三，你的侍女害死了太后的爱宠，你有管教不严之责，也该杖责20。数罪并罚，就掌嘴20，杖责40。小金是太后娘娘的爱宠，如今因为你的侍女亡故，你该抄写佛经100卷，帮小金超度，也算是对太后娘娘有个交代。另外，春花春景两人立刻关押，仔细审问，为防止王府之中还有如他们两个这般心思不正之人，彻查所有下人，一旦有任何不妥当之处，立刻逐出府去。王爷，夫君，我这般处置，你可赞同？啊！王爷，王妃姐姐教训的是，妾月下不言，让王爷担忧了。今后一定严格约束下人，再不让王爷为难。另外，这两个孩子，乔这有3岁了吧？孩子过周岁就该上玉蝶才是。哎呀，妾多嘴了。王妃姐姐必定有自己的计划。我的孩子就不劳烦妹妹费心了。来人，请穆侧妃领罚。是。小金可怜，将她送到王爷的院子里，仔细梳洗一番，准备一副小棺材，找个风水宝地埋葬才是。穆锦柔先是被掌了嘴，又被按在条凳上受杖刑。韩王府的苏氏婆子不仅力气大，性格也是格外的老实，每一个都打得结结实实。打了不到10挺杖，穆锦柔便呜咽一声，直接晕死了过去。我的好妹妹，这次应该能长记性了。打完之后将穆侧妃送回她的院子，请大夫仔细医治，用最好的药。是。揽翠居吃错啊，对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一个被关在西院的落魄王妃，怎么能惩罚王爷心爱的侧妃呢？就算她再如何胆大妄为，我也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对她犯错看不见，见她张扬捧她上天。你如何出来的？当然是走出来的了。西院门封死了，那不是还有墙吗？爬墙？你好得很。王爷谬赞。主子，小金的尸体被毁了。谁？王爷饶命！奴才奉命清洗整理小金的尸体，可只是出门端水的功夫，不想烛火倾倒，直接给小金烧没了。拖下去查。是。烧光了总有骨灰吧？拿过来。是。小金的骨灰被拿上来，八宝和周周伸着脖子要看。
该睡觉了。不要！大坏蛋，放开，放开！八宝要闹了。上床睡觉。好的，娘亲，我们先上床等娘亲哦。娘亲忙完要来抱抱宝宝哟。好，大坏蛋，快送我们去睡觉去！哼，大坏蛋真磨叽，比大乌龟还慢。这哪里是奶团子呀，分明是汤圆，还是黑芝麻馅儿的。楚寒霄没有将孩子们送到西院，而是安置在自己床上。多谢王妃教导，您的医术真是无人能及呀！医术？穆云兰这什么时候懂得医术？王爷，何事？王爷，您之前不是让下官诊脉，看看体内有没有毒素残留吗？下官医术浅薄，并未发现异常。王妃的医术远在下官之上，让王妃帮您瞧瞧吧。那颗药就是穆云兰喂的。这有病就得治，王爷，你可不能讳疾忌医。来，我给王爷瞧瞧。平时爱生气吗？不。平时喝酒吗？不。王妃，王爷这是得了什么病啊？爱说谎。哎呀，突然想起来，下官的被子还晾在外面了。王爷、王妃，早点休息，下官要回去收被子了。王爷，新婚夜你说的话，如今还算数吗？什么？就是王爷说不愿意娶我，可以让我假死离开王府的话。离开还是离开？难不成时隔4年，他还惦记着那个所谓的君子书生？那么俩孩子呢？到底是他的血脉，还是……王爷，今天的事情你也看到了，分明就是冲着我们娘仨来的。当初成亲，你不愿意娶，我不愿意嫁。你曾经说过可以让我假死离开王府，如今我想带着2个宝宝走，你可以提条件，但凡我能做到，绝不推辞。而且离开之后，我绝对不会再回来，给你和韩王府添任何麻烦，如何？绝无可能。不让我们走，王爷是舍不得修国公府这个助力。我被关了4年，修国公府不闻不问，必定是早已经放弃我了。你想利用我来挟制修国公府，还不如考虑一下穆锦荣。本王行事不需要借助任何人的助力。那王爷留下我们娘仨，是觉得当初对我报复不够，如今想着继续折磨？在你眼中，本王就如此的不择手段？那你留我们做什么？我这个王妃已经名存实亡，留在王府没有任何权利，连孩子们都保护不了。钟馗，给你。啊？你说什么？钟馗给你。王爷，要不我再给你诊诊脉？要不要？穆云兰总觉得里面有坑。钟馗你不要，那么就继续关在西院。要是敢私自逃走，3日通缉令遍布天下。你计划着逃走，想必找门路重新的办理了牙牌，又开具录影，1女1龙凤胎，这组合好查得很。哼，还有修国公府，王妃私逃可是大罪，整个修国公府都要受到牵连，到时候虽不至于株连9族，千里流放还是逃不掉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钟馗我要。既然决定由我来掌管钟馗，那以后后院的事情我来做主，你就不要掺和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王爷今天去书房睡吧。瑞莹，拿上铺盖，先去书房给你家王爷铺床。哎呀，这王妃在西院给王爷开瓢，出了西院拿王爷开刀，第1天就不给上床啊！芳妃院，王妃实在是太狠了，40板子，没有任何容情，连晕死过去都坚持打完了。小静的尸体处理好了，是，已经让人烧掉了。穆云兰，贱人！哎，侧妃，您别动怒了，眼下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。小静死了，尸体都没了，太后娘娘那边该怎么交代呀？交代？小静是穆云兰害死的，我交代什么？给我用上最好的伤药，明天一早递牌子入宫，我要好好的跟太后聊一聊小静的被害经过。1日一早，楚寒霄进门的时候，就见一大两小，两眼放光，盯着桌子上面的早饭。这种眼神，东西有问题。娘亲，这个圆滚滚白乎乎的东西怎么那么像报纸？妹妹，报纸不是圆圆的，是瘪瘪的，而且你看这个圆球球，它都没有往外露馅。娘亲说过的，露馅才是一个报纸的灵魂。宝贝们，这东西叫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味道怎么样。来，开动了，干饭加油！那蜡烛般的糕点，该不会出自穆云兰之手吧？辛苦你们了。大坏蛋来抢饭，没有了，通通都被手摸过了。穆云兰扫了眼楚寒霄，见他坐下一同吃饭，也懒得计较，不慌不忙打开账册，一本一本的翻看。这王府也太穷了吧！如今偌大的王府，账面上只剩下1200两银子了。小黑子，你终于露出马脚了。账目清晰，几位管事管理王府周全细致，该赏每人赏10两银子。多谢王妃。本王妃初次管理王府钟馗，诸位管事的分工照旧，其他各处的人手也不变。若有其他的要求，
本王妃会提前知会。今日让大家过来晒了半天的太阳，待会儿秦总管去支取20两银子，添到上房里去，做些好吃的分给大家。多谢王妃。王妃，穆侧妃要出府，恕公向太后请安。皇祖母头风之症被治愈，是大喜的事情，妹妹功不可没。入宫请安也是替王府尽孝心，是好事。妹妹刚受了责罚，被马车的时候多铺几层软垫，别颠坏了她。去吧。是。楚寒霄见完前去洛城调查的暗卫，这桩案子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，朝堂上怕是又有不少人头要落地了。那树，主子，王妃说了，前不栽桑，后不栽柳，院内不栽鬼拍手，所以这株杨树要砍掉。这又是做什么？哦，王妃说了，花花绿绿，眼睛难受，拔了之后种竹子，绿绿的，保护眼睛。昨天烧了小金尸体的小厮，审问清楚了吗？王妃说，回禀主子，已经用刑审问了，那小厮却只说不小心，属下已经让人去查那小厮的身份背景了。另外，屈太医检查过小金的尸体，被烧毁的太过严重，已经查不到任何的线索。不过，当初小金生病，屈太医曾经受诏前去看诊，没有看出病因。屈太医说，小金之前性格温顺，从无伤人的迹象，后面吃不下东西之后，才日渐暴躁。王妃似乎看出了什么。昨晚那2个奴婢呢？春花和春景被关押之后一言不发，他们是穆侧妃带过来的陪嫁侍女，又出身自修国公府，暂且没有用刑。那2人惧怕鬼神，3日的时间不让他们睡觉，然后用鬼神想一想该怎么审就怎么审。是。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，4年前建设起来的高墙彻底坍塌下来。王爷，早上好。早，大早上的闹腾什么？不是夫君说以后钟馗由我掌控吗？我执掌钟馗，自然就是王府的女主人。这西院一直封着，像什么话呀？自然是推倒高墙，重新修建。王爷司库里的好东西不少呢，我和孩子们都极为喜欢。不过咱们王府账面上的银子太少了，夫君以后要更加努力啊。司库？你哪来的库房钥匙啊？叔叔，我帮娘亲做的钥匙。你？钥匙在书房里，八宝看到了。钥匙有很多，看看库房的锁孔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很简单的呀。这简单吗？哼，狗男人知道自己司库被动，这是心疼了吧？夫君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养孩子可不容易了呢。周周是女孩，俗话说得好，穷养儿子，富养女，她肯定是不能受委屈的，不然以后长大了，别人一点好处就给她骗走了。王爷，你说是吧？骗走？谁敢骗？那谁说的准呀？毕竟现在坏人多得很呢。八宝是男孩子，按理来说不应该太金贵，可是八宝情况不一样，他从小身体不好，不仅吃穿用度需要更加精细，还需要大批量的药材精心调养，这都是银子呀。的确，八宝是哥哥，可瞧着却比周周还矮一些。唉，王爷，这孩子呀，就是4脚吞金兽，我怎么样都能凑合，孩子们能凑合吗？俗话说得好，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。王府账面上只有1000多两银子，眨眨眼就花光了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从王爷司库里拿些出来补贴。王爷不会怪罪吧？本王的手底下还有几个庄子和铺面，账册收入都是另外放置，没有归入王府的公账，转头让管家给你送过来。王爷，我推倒西院，你不生气了？八宝和周周都3岁了，被关在了西院，的确不合适。按照你想法重建吧。那王府之中我也得改动，那些花花草草，我听屈太医说过，花草太多，香味过于浓烈，对八宝的身体修养不利，种竹子吧。那司库你随意动用，不够的话，本王再想办法。行了，花我接着，自己看着忙活吧。不是，这楚寒香脑子短路了，牺牲越大，图谋越大。王爷，王妃，穆侧妃出事了。妹妹在哪儿？快带我过去瞧瞧。穆云兰刚来到王府门口，就见穆锦柔直接摔倒在台阶上。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劳烦公公送穆侧妃回府，王妃请公公喝茶。奴才见过韩王妃，穆侧妃今日入宫，搅扰了太后休息，导致太后头风之症再次发作。皇上发怒，下令责罚，将人送回了王府，请韩王和王妃多加管束。原来如此，请公公代为回话，我定好好管教。奴才还要回宫复命，告辞了。公公慢走。王嬷嬷，还不快把你家侧妃扶进去？是。妹妹，这顿打挨得爽吗？是你？什么是我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穆云兰，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？妹妹说什么呢？太后远在慈安宫，而我在韩王府，
能对他老人家做什么？你为何要这般害我？慕云兰，我跟你有什么仇什么怨？我是你的亲妹妹。你当然是我的亲妹妹了，不然我这个做姐姐的能这么照顾你吗？你害我，你竟然这般害我，慕云兰，我跟你拼了！放肆！王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刚刚……哎，那簪子不是原身的东西吗？楚寒萧私吞了我的嫁妆之后送的。见楚寒萧没有异色，猜错了。坏妖婆，大坏蛋，大好大的坏蛋！穆锦柔，你敢刺杀当家主母？王爷，妾不是故意的，是伤势太重，影响了脑子，才一时糊涂失了手。姐姐，王妃姐姐，我们两人是亲姐妹，我对姐姐一直心存敬重，绝对不敢谋害。真的只是伤得太重，出现了幻觉，还以为姐姐是坏人。姐姐，你饶了我这次，帮我向王爷求求情吧。我自然是相信妹妹了。她竟然没有落井下石。妹妹一时脑子糊涂，想必是这段时间经历事情太多的缘故。王爷，妹妹最近先是帮太后治疗头风之症，又是准备成亲之礼，来到王府之后，又出了侍女被逐、毒杀小金等等一连串的事情，难怪会在入宫之后出现纰漏。是，妾身多谢王妃姐姐理解。事情烦乱，妹妹又受了伤，脑子不清楚，那自然是要待在揽翠居好好静一静心了。王爷，后院的事情，王妃看着处理便是了。为了让妹妹好好静心养伤，芳妃院也该重新布置一番才是。王嬷嬷，送您主子回去。是。尽管是带上人手，随本王妃去芳妃院一趟。是，王妃。回院子吃饭午睡，娘亲去就回。娘亲加油啊！放心。哥哥和娘亲又明白了，就是不带周周玩。凑近他的耳朵，轻轻地说了句话：“周周说的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芳妃院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侧妃，不好了，王妃带着人把您的嫁妆都搬空了。穆锦柔猛地起身，一下牵扯到身后的伤口，太过疼痛，以至于她叫都叫不出来。缓了好一会儿，她扶着王嬷嬷的手往外走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左妃啊，王妃说了，您有什么事情去找她分辨。王妃姐姐，你堂堂韩王正妻，萧国公府嫡女，连我一个侧妃的嫁妆都要私吞，传扬出去，是不是太过分了些？贼偷了东西，占用了一段时间，就心安理得的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了。王妃姐姐在说什么？穆锦柔，你是妾，妾除了主子赏赐，不许有自己的私产。可我是太后赐婚，虽然是妾，却是侧妃，侧妃也是可以上皇室玉牌，也是要进入皇家族谱的。按照规矩，亲王侧妃有50台嫁妆就已经顶天了。你堂而皇之的抬着80台嫁妆入府，是想打我的脸呢，还是想让旁人觉得王爷僭越不守规矩？我没有。对着往外抬嫁妆的下人招了招手，下人立刻将箱子抬过来。我依稀记得，我嫁入韩王府的时候，母亲特意送了我几匹这样的布料，绣工和花纹都和眼前的这个一模一样。你一个侧妃，这辈子都穿不得正红色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，箱子里这正红色的布匹究竟是何人为你准备的？放心，我这个人大度，不喜欢跟贼计较。王妃姐姐，你说的有理，妾身的东西不就是姐姐的东西吗？姐姐拿去用就是了。钱总管，接着谈。另外，芳妃院这些桃树太烦乱了，留着不适合妹妹静息，一并挖走。是。1个时辰之后，如此就清静多了。妹妹，你说是吗？姐姐说的是。妹妹好好的静心修养吧。明日开始，我会按照太后的命令，派人教导妹妹规矩，对你好好管束。是。我刚刚粗略看了看，除了我之前的那些嫁妆，妹妹自己也存了不少东西呢，尤其是银两，足足5万两呢，真是不错。那些是我的。妹妹刚刚不是说你的就是我的吗？你我姐妹之间就不用分得那么清楚了，你说是吧？穆锦柔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太后因为妹妹身体不适，小金也被妹妹的奴婢给害死，这种种不利，妹妹得多抄些佛经化解才是啊。这身外之物只会让妹妹心不静，我就替妹妹解决了。那我该好好谢谢姐姐。不必客气，妹妹继续努力存银子，以后我能不能过上好生活，全看妹妹你了。反正你的就是我的。我
家丑不可外扬。妹妹虽然偷窃了我的嫁妆，我却不能不为她考虑。今日芳妃院中发生的事情，就不要外传了。秦总管，你说呢？是，请王妃放心，今日芳妃院内风平浪静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辛苦了，秦总管带着人去喝口茶，休息休息。是，多谢王妃。书房，周周，这是干什么？笨笨叔叔，你之前问过好几次了，周周在完成任务。你娘亲和你说什么呢？这个不能说。肯定是让你调皮捣蛋吧？啊？才不是，娘亲明明是让我盯着你。哎呀，妹妹又暴露了。哼哼，盯着你啊！让他盯，让他盯，谁能拒绝一个这么可爱的丁丁娃呢？于是楚寒霄处理公务，周周盯；楚寒霄喝茶休息，周周盯；楚寒霄接近弟弟，周周被吓住了。乖宝宝，别怕，我是你们的叔叔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盯着，虽然有人贩子坏蛋，但是周周盯着你呢。嗷嗷！三哥，你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？水影，安王殿下，您快起来！大闺女大儿子，好白好漂亮的大宝贝。三哥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。哥哥，这个人好像是吃小孩的大灰狼。妹妹，可以把好像去掉。别闹，会吓着爸爸和周周的。别怕，宝贝们，我不是大灰狼，我是你们的四叔哟，就是你们爹爹的亲兄弟。四叔带你们出去玩，买糖吃好不好？出去玩？真的可以出府吗？爸爸和妹妹都没有出去过，外面好玩吗？今日天色晚，你们如果想出去的话，明天我带你们去，好不好？八宝和周周很是心动，不过他们却齐齐抿着小嘴儿。大宝贝们，你们刚刚不是还想出去吗？娘亲说可以才能出去。娘亲？哦，暮云，四弟，那个四嫂，我口误。那个三哥，这2日你新婚没有上朝，朝堂上因为你的事情都吵翻天了。因为赈灾银两贪墨的案子，不是案子，是你的后院，很多人都在议论，说你堂堂韩王给别人养了孩子，还说慕云兰给你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。水影，属下立刻命人去查。大闺女，谁能拒绝这样一个大闺女？三哥，你把孩子给我养吧，我不怕朝堂议论，更不怕父皇责罚。想得美。三哥，那今晚我不走了，我要和宝宝们一起睡。一起睡。三哥，你别这么小气啊！我不是来拆散你们的，我是来加入你们的。哎，三哥，你别串人啊！我错了。水影，送安王殿下出府。让我走也可以，至少让我抱抱八宝和周周。三哥，求你了。送客。三哥，你好冷酷，好无情，好让我崇拜和喜欢。那说好了，明天出府玩。三哥，明天一早我来接你和孩子们，一应花销，我全部报销。楚九木前脚刚走，清点完东西的慕云兰便走了进来。娘亲，八宝好想你啊！周周也想，和哥哥一样想着那么多。娘亲也想八宝和周周。娘亲，周周完成任务了，一直在盯着大坏蛋呢，就这么狠狠的盯。好，周周任务完成的很棒，现在可以玩耍了。下次有任务，组织会主动找你的。收到。2个孩子趁着天还亮着，决定去祸害锦鲤。王爷，芳妃院重新布置了一下，你不去看看吗？后院的事情你做主便好。王爷还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啊。王妃懂，略懂。不是忙着装修西院，找本王什么事？2件事：一，我的那些嫁妆，王爷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了？我拿自己的东西，王爷不会舍不得吧？出去。王爷这般生气，该不会我那嫁妆自己长了腿飞走了吧？你的嫁妆究竟在何处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我被关4年，王爷一菜一蔬都没有往西院送过，我的东西更是被彻底封存。我清楚，我怎么清楚？慕云兰，你有话不妨直说，你怀疑本王贪墨了你东西？哼，我怎么敢怀疑王爷？只是觉得府中银钱少，又想起了自己的嫁妆还算丰厚，所以想着找出来贴补贴补。只是别管是王府的公库还是王爷的私库，丝毫没有我那些嫁妆的踪迹，所以询问王爷一声罢了。贴补，本王可承担不住。你不用这么阴阳怪气，这些年我独自一人抚养孩子，也养得挺好的。那些嫁妆，王爷如果不想给，我就当送给你了，当做4年前的不懂事赔礼了。从此我们2个人也算两清了。水影，带着王妃好好的看一看这嫁妆。是。王妃，现在去看吗？现在去。西院。王妃，东西都在里面了。慕云兰快速打开一口口箱子，越看脸色越是凝重。慕云兰一口口箱子检查过去，需要在过嫁妆时晒妆的箱子依次冲好，直接替换。
上等翡翠玛瑙被换成了不值钱的玉髓，各类黄金首饰、珠宝钗环统统被替换成黄铜和染色的劣质宝石。不用晒装的箱子里，直接就是一箱子砖头。瑞莹，找2个嘴严实的人，把房间里的箱子清理出来。王妃，您说的是箱子？这房间里最值钱的，不就是那些箱子吗？箱子收好了，我有大用。是。住惯了西院，晚上娘3个还是在这里休息。娘亲，如果八宝是说，如果我和妹妹跟着大坏蛋出去玩，娘亲你会不开心吗？啊，出去？出府吗？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四叔叔，他说娘亲听说过你们口中的四叔，的确是个有意思的人。娘亲，我们可以去吗？可以，不过要带好娘亲给你们的防身药丸。明天呢，他也正好出门办些事情。慕云兰已经看过他嫁妆了。回主子，王妃已经查验过了。说了什么？王妃的脸色很是不好，吩咐属下将那些箱子都收拾整理出来。箱子？是，王妃说了，那些东西只有箱子最值钱了。夜色沉闷，却不及他此时的心境。对于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未婚妻，怎么可能全然不在意？只是战场拼杀，冷了他的心性，硬了他的肝肠，将他变成了不得对方喜欢的样子。他知对方不愿，可还是存着一丝说不出的侥幸。他提前布置了王府，在西院亲手栽种了他喜欢的广玉兰。可是成亲3日前的晒妆，抬入府的一箱箱砖头，着实是砸得他心灰意冷。着人去查才知道，嫁妆是慕云兰亲手调换，为的就是筹备银两，要和他喜欢的人私奔。主子，时辰不早了，您歇着吧。明日一早，安王殿下还要来接您和小主子们出去玩呢。一日一早，亲爱的甜心宝贝大乖乖们，四叔来喽！开门开门，快开门！别躲在里面不出声。三哥，甜心宝贝大乖乖们呢？你是不是把我的大儿子大闺女藏起来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样是极其自私的行为，你这样是要被批判的行。清清脑子，冷静了，冷静了。小莹莹，我大儿子大闺女呢？殿下，属下叫瑞影。天色尚早，小主子们应该还在睡着。睡着？房间里除了我三哥的寒气，哪里有我的甜心宝贝大乖乖？小莹莹，你骗我！不敢欺瞒安王殿下，小主子们一会儿就过来了。还有，属下叫瑞影。小莹莹，本王知道了。你说，小宝贝们在哪里睡？我亲自去提供温柔叫醒服务。小莹莹啊，你有没有感觉突然有点冷啊？三哥这杀气有点重了，肯定又有不长眼的人惹他生气了。楚寒霄练完了剑，还不见八宝和周周过来。两个孩子昨天离开的时候，明显对于出去玩十分的兴奋，今儿个应该提早过来才是，到现在还没动静，莫非是慕云兰不准他们去？三哥，我的大乖乖们呢？你快点去找来啊！你不去，告诉我在什么地方，我自己去也行。叔叔早上好。早，甜甜宝贝大乖乖们，早啊！一夜不见，如隔三秋。来，让四叔抱吧。八宝和周周被楚景木的热情吓到，楚寒霄上前一把将楚景木拎开。哎呀，这也太可爱了，好萌好乖好可爱，好香好软，好想拐啊！娘亲说了，不可以捏捏，不可以哦。哥哥说的对，拒绝捏捏，万免为怪，不然就要吃周周一拳哦。三哥，求求了，你把俩孩子送给我吧，我保证以后他们就是我的亲爹。不是，我就是他们的亲爹。吃过早饭了吗？八宝和周周连连点头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三哥，我的亲三哥，两个不能都给我，给我一个也行啊。我拿我以后生的儿子给你换，两个换一个行不行啊？我想了想，乖乖们这么好，两个换一个，三哥你确实吃亏了。那三个换一个，四个，5个，不能再多了，再多我怕我生不出来啊。三哥，可以抱着周周，但是不能戳小白云了，那是娘亲给我做的。大乖乖放心，四叔保证绝对不戳哦。看护好了周周，稳重些，别吓着他。三哥放心，大闺女少一根汗毛，我给自己剃秃瓢。哎呀，大乖乖，你想吃什么买什么，都告诉四叔，四叔今天带足了银两，多多的。不要，四叔，娘亲给周周和哥哥准备了钱钱的。街头，周周眼神一凝，落在一个穿着红色小衫、拿着虎头帽的小男孩身上。周周喜欢吗？喜欢四叔给你买啊。买，
这不好吧？必须买虽说不能买，啊？为啥？大闺女戴虎头帽也很好看啊。买卖孩子触犯了大周朝律法呀！楚景木和楚寒香神色一顿，脸色顿时黑得如出一辙。两人快步往前走，寻找更加有趣的东西，分散周周的注意力。三哥，你真的不考虑5个儿子换1个的买卖吗？买卖孩子触犯了大周朝律法，你后院只有4弟妹1个人，你们成亲了3年都没有子嗣，你可想过纳妾？三哥，不是你当初告诉我男人要专情，不能朝三暮四吗？我娶了明妃1人就足够了，其他的女子再美都不仙女。三哥，我刚刚说错了，男人虽然要专情，但是若有佳人美成这般样子，我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你不行。开玩笑的，三哥，娶了明妃，我这辈子是知足了。不过三哥，你和后院那位关系那么僵，侧妃也是被逼着纳的，你不考虑再找一个贴心的？要不我们下去看看？楚寒香微微迟疑，眼底闪过深沉的光芒。三哥，我看刚刚那位姑娘是去朱颜阁了吧？看来必定出身不俗，只是最近也没听说有哪个高官回京啊。高官？为何这么说？三哥，你是不知道，这朱颜阁虽然开起来只有短短2年，却已经是名声大噪。你看到楼下的马车了吗？仔细瞧瞧上面的各府标记，丞相府副将、左都御史刘将、太常寺赵将。三哥发现了吧？京城过半官员家的女眷都在这里了。朱颜阁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朱颜阁专门做女子生意，不许男子入内，所以弟弟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我媳妇对朱颜阁推出来的胭脂水粉极为喜爱，小小的几个巴掌大小的盒子，足足花了300两银子。虽然给我媳妇花钱我不心疼，但是背不住弟弟穷啊！300两银子，我1个月俸禄呢。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猜测那个姑娘是高官府邸出身了吧？一般人家根本就消费不起朱颜阁的东西。秦牧，你知道朱颜阁的东家是谁吗？这个还真不知道。朱颜阁一开设起来，银子就跟流水一样的赚，引得不少人探查，可最后都不了了之了。很多人猜测这朱颜阁背后有座大靠山，就是不知道这靠山究竟有多大。三哥，你这么感兴趣，要不我们下去看看？好，大闺女大儿子，你们乖乖吃点心，吃菜菜啊，我们去就回来。小莹莹，看护好2位小主子。是。朱颜阁中，诸位夫人、小姐，以前不方便，只能披上易容，今日才得以用真容和诸位贵客相见，实在是惭愧。穆掌柜千万别如此客气，你的苦衷我们都明白的。穆掌柜，你现在卸了易容，是不是说明你已经逃离牢笼，彻底得到自由了？我被发现了，怕是短时间内逃不出牢笼了。什么？穆掌柜，你离开不了那个渣男，岂不是性命堪忧？这该怎么办才好？是银子还不够吗？我再办张8888两银子的至尊卡，这样够吗？不是银钱的问题，是我办理牙牌和路演的事情被发现了。现在那个渣男以孩子的安危威胁我，我不能走。这拿孩子威胁？木兰丫头，你说那渣男在哪儿？本夫人去生撕了他。纳兰夫人，见过纳兰夫人，夫人有礼。你，夫人。木兰，你真好看。夫人和穆掌柜一样，都是1顶1的美人儿。以前总以为诸位贵客生得美，心肠善，如今还要再说一句眼光独到。我知道诸位这么捧着我，肯定是听说我新做好了一批美容丸吧，所以想给我戴个高帽，好让我打折。好吧，诸位成功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见不得美人失望。今天的美容丸1枚只需要100两银子，骨折价。美容丸终于来了，穆掌柜，还是和之前一样，每人7枚吗？是，药材珍贵，只能每个人限购7枚，还请诸位贵客理解。快把我的那份包起来，还有我的。房间内，穆云兰仔细给纳兰夫人诊脉，夫人体内的余毒已经全部排出，只需要再服用几剂调养身体的汤药，就彻底恢复了。木兰，多谢你，不然……夫人客气了。我可不是客气，2年前若不是你，我怕是早已经魂归黄泉了，哪还会有今日？夫人心地善良，自然吉人天相。不说我了，倒是你真的不用我出手帮忙吗？只要你的夫君不是皇子，其他的任何人我都能帮你脱离火海。夫人，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可怜的孩子，怎么就这么命苦？夫人不用担心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你的2个孩子呢？今日也没有带过来吗？今日，掌柜，有2个3岁的孩子敲响了后门，说要进来找娘亲，名字叫八宝和周周，快带他们上来。是。三哥，就这么让他们进去吗？我的心肝宝贝大乖乖们，那么可爱，那么萌，这万一被人捡去了，保准没人还回来。不行，
我得进去把八宝和周周救出来。没事。朱颜阁2楼。娘亲，怎么了？在外面玩的不开心吗？不是开心，可是看到娘亲就觉得好想你哦。娘亲，八宝也好想你。娘亲也很想2个宝贝啊，宝贝们今天很勇敢，没有娘亲的陪伴也过得很开心，非常棒。娘亲，叔叔和爹爹还要拐卖孩子呢，八宝打消了他们危险的想法。周周吃了3块点心，也有多多喝水。那今天八宝和周周表现的都很棒，回到家里每人奖励1朵小红花。啊，夫人，我一时情急让你见笑了。好乖，好萌，好可爱。夫人，漂亮阿姨好。你们好。夫人，这是我的孩子八宝和周周。好名字。可以抱抱的。啊，抱抱这2个小奶团。哎呦，我不抱孩子好多年了，这该用什么样的力道呀？好的，好。乖宝贝，拿去花。慕云兰再三推拒。木兰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那儿子不争气，到现在一大把年纪了，还没给我生出个孙子来。看到八宝和周周，我瞬间找到了当祖母的感觉。1点银子，我给宝贝们的见面礼，你可不要拒绝啊，不然我可就真的生气了。慕云兰看着那足足上万两的银票，早知道挣钱这么容易，她何必起早贪黑的搓美容丸呢？让2个乖宝贝卖卖萌不就有了吗？那就收下吧。谢谢漂亮阿姨。不用客气，不过不能叫姨姨，我这个年纪应该当你们祖母才是。爹爹的姐妹叫姑姑，爹爹的哥哥叫伯伯，爹爹的弟弟叫叔叔，叔叔的错了，再来一遍。爹爹，祖母就是爹爹的娘亲。漂亮姨爷，你搞错了，祖母是年纪很大的人啊。我就是年纪很大的人呢，黄土都埋了脖子了。夫人，时辰到了，该回去了。木兰，你别怕，我必定会护着你的。我的毒解了，府里管得严，再想要出来，怕是没有那么容易。不过我们可以写信，我会派人每隔3日来一次朱颜阁。你有什么难处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好，夫人也要多多保重。我给你开的调养身体的药方，一定要记得喝呀。好，姨姨再见。再见。三哥，刚刚那位夫人怎么那么像德妃娘娘啊？楚寒霄同样注意到了，正想要追上去。出来了，三哥，快！那位姑娘出来了！哎呀，肯定是发现2个大乖乖找不到爹爹和叔叔，所以专门送他们出来找人。果真是人美心善的姑娘啊！慕云兰对着他扬了扬唇角。楚寒霄和慕云兰对视，心中却不受控制的涌起波澜。这难道是双向的奔赴？光看有什么用？三哥，快说话呀！别闹！多谢姑娘将我家晚辈送了回来。我和我家3哥粗心，没有照料好孩子，还好遇到姑娘，不然啊，真的要急坏了。公子客气了。姑娘是初次来上京吗？朱颜阁可是上京最受各家夫人小姐喜欢的地方，姑娘真是好眼光。只是看你两手空空，必定是因为照料我家孩子而耽误了采买东西吧？实在是对不住。三哥，我的好三哥，弟弟都把路铺到你脚下了，快抬脚继续往上走啊！三哥今天怎么有点走神啊？为表谢意和歉意，该我家三哥备下礼物送给姑娘才是，还请姑娘切莫推辞。你家三哥好像不是很想理我。怎么会？姑娘误会了，我三哥只是性格内向罢了。今日天气炎热，我和三哥在旁边的酒楼开了雅间，不知姑娘可否赏光上去一坐？该我们兄弟亲自给姑娘斟茶致谢才是。这楚景木再次给楚寒消使眼色，结果呢，自家三哥仍旧没有开口的打算。姑娘，我家三哥一向做得多，说得少，心里必定是感激姑娘的。太过激动，竟忘了向姑娘介绍，我三哥楚寒霄。原来是韩王殿下，久仰大名，失敬失敬。姑娘认识我三哥，真是太好了。可否冒昧请教一下姑娘的芳名？慕云兰。哎呀，好名字！原来姑娘叫慕。姑娘，你刚刚说……安王殿下，我说我叫慕云兰。哎呀，太丢脸了！三哥，我耳朵好像瞎了，我得回府去找我家明妃治治啊。那个啥，我先走一步哈。说完，他快步冲到八宝和周周面前，一手一个抱在怀里。楚景木，三哥，我会照顾好大闺女和大儿子的，你和三嫂好好玩啊。那雅间我包下了，想吃想喝尽管点，弟弟请客，将功赎过。瑞影，带上人跟去保护。是。你是不是应该向本王解释一下？王爷想让我解释什么？是如何出王府，还是和朱颜阁有什么关系？你得问清楚啊。这两者都问，
靠人不如靠自己。我说了你也不信，不如王爷自己查吧，多查查，有惊喜。徐兰，是你吗？是你在里面吗？怎么回事？徐兰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你是谁？徐兰，你不用为了保护我，故意装作和我不认识的。你我两情相悦，不必顾忌旁人。这就是你给本王准备的惊喜？不是我。徐兰别怕，韩王殿下，你贵为亲王，高高在上，利用皇权夺走了我心爱的女子。4年前，云兰就说要与我远走天涯，可是她却被你囚禁，我苦苦等了4年，不会再看着她受苦了。今天我就要带她走。找死！韩王，我和云兰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夺得走她的人，却夺不走她的心。你错了，本王还可以夺走你的性命。云兰，别怕，我把你给我的嫁妆放在了我们4年前约定的老地方，你记得？记得？别杀他！你再说一遍。你不能杀他！所有屈辱的记忆涌上心头，让他一时间喉头哽住，深沉的眼眸都泛起赤红，直接就要捏碎青年的喉咙。楚寒香，人死了，他说的话就彻底变成真的了。你冷静一点。云兰，我就知道你爱我，为了保护我，你竟然不惜和他虚与委蛇。我不怕死，为了你我的爱情，我生死又何妨？闭嘴吧你！云兰，你……宋听雨是吧？云兰，云兰，我知道，你都是被逼得没办法，故意演戏给韩王看，你都是为了救我，都是为了我好。莫云兰只觉得胸口一阵恶心，哐哐2脚。王爷，4年前我的确想要逃婚，不过只是因为不喜欢被安排好的下半生，不想一辈子被困于后院，只能在四四方方的牢笼之中生活，所以才编出了喜欢君子书生的谎话。眼前这个宋听雨，我的确认识，不过不是因为和他有奸情，而是因为这人是个骗子。骗子？当初我想逃婚，便计划留下一部分嫁妆当盘缠。当时国公府上下对我看得严，我只能委托穆锦柔来办。可惜穆锦柔也不能出府，所以帮我找了宋听雨。不是的。别急，一会儿有你说话的机会。弱鸡！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把嫁妆交给了宋听雨，又给了筹监，让他帮我运输管理，只等着我离开王府之后再去取。却不想这弱鸡竟然向国公府泄露了我要离开的消息，然后仗着我不敢声张，私吞了我的嫁妆。不是的。王爷，这宋听雨不找我，我还要去找他呢。今日正好，4年前的事情也该一一解决了。本王信你。借王爷一个跑得快的护我一用，到顺天府报个案。云兰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4年前你我两情相悦，倾心相许，还约定了乘船私奔。如今你竟然说我是骗子，彻底否认了我们的过去。乘船？亏我对你念念不忘，亏我还给你准备了惊喜。惊喜？不错，你曾经说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放河灯，所以我为你准备了满盒璀璨。万万没想到，君心不改，妾意已决。你好狠的心呢！云兰，你就别再说气话了。当初没有带你走，我心中悔恨了4年。如今我们不能再错过了。你给我的所有的东西，我都在好好的保存着，一丝一毫不敢损毁。除了你骗走的嫁妆，我怎么不知道还给你留了东西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。王爷，你有兴趣去瞧瞧吗？哦，对了，刚才的护卫呢？去报官了吗？他怎么敢的？他真的不怕死吗？你确定？这有什么不确定的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怕任何的诬陷。瞧我，收拾了一下骗子，竟然弄脏了罗裙，实在是失礼。王爷，你等我一盏茶，我去朱颜阁换一身衣服，马上就来。一盏茶之后，顺天府的官员也已经带着衙役赶到。见过韩王殿下，见过这位慕云兰。下官眼拙，见过韩王妃，请王妃恕罪。大人客气，今日抓到了偷我嫁妆的贼，现在正要去寻找我被偷的东西，请大人前来做个见证。是。韩王府芳菲院，我可怜的柔儿，让你受苦了。娘，那个慕云兰，他好生恶毒，坚持要把女儿往死里逼啊！乖女儿，放心，从你要嫁入韩王府之前，娘就在暗中准备着，早就计划着帮你彻底解决掉慕云兰这个隐患。真的吗？娘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娘做了一辈子妾室，被正房夫人压了一头，不会让你继续吃这个苦。我已经让人动手了，你放心，今天
就是慕云兰的死期。柔儿，你可还能动弹？母亲带你去见证一下，看看那慕云兰是如何被踩进烂泥、身败名裂的。能动，只要能看到慕云兰死无葬身之地，女儿爬也能爬过去。好。联合把头。云兰，你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你记得与我的海誓山盟吗？你记得你我互许终生吗？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只见一只只孔明灯飞上天空，灯下挂着长长的纸条，有的写着恨不相逢未嫁时，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有的写着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孔明灯飞上天空，河水中也有了动静，一只只河灯从楼船周围散开，飘飘摇摇占满整个河面，将夜幕下的水面点缀成一片星河。这么美的场景，一看就是用尽了心思准备的。是啊，韩王妃说那宋听雨是骗子，可谁家骗子不是努力隐藏起来，生怕被人找到？若不是有内情，他怎么会突然出来？有道理，我倒是感到宋公子用情至深。至于骗嫁妆吧，到底是骗还是送，要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喽。来了，妾身见过王爷。你不在府中抄经，为何出来了？王爷，见过王爷。柳姨娘怎么也来了？这柳氏见过大小姐。柳姨娘，多年未见，你还是一如从前。大小姐说笑了，人哪有不变的？倒是有些东西。云兰，我对你的感情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，可你为何要负我？你对得起我为你的付出吗？对得起我的心意吗？大小姐，这老奴对不住你。王嬷嬷，你这又是为何？大小姐，您出嫁之后，宋公子一直浑浑噩噩，在街上撞见了老奴。老奴看他可怜，就劝说他要振作。宋公子知道老奴随着二小姐入了韩王府，就追问大小姐您的近况。老奴只能说您安心在西院休养。宋公子心疼您，这才按捺不住，计划着带您离开王府，成就4年前未尽的姻缘。姻缘分明就是孽缘，我一往情深，却换来无情辜负。上天，你为何不公？何其残忍呐！府尹大人，不知道诬陷亲王正妃是何等的罪名？轻者流放千里，重者拔舌砍头。刚刚他们的话，府尹大人可都听到了？是，已经听到。好，你说我们4年前定情，可有信物？有，你亲笔给我写了信，我一直贴身带着。府尹大人，您瞧，这是慕云兰亲手所写。这自己下官也看不出什么，这只能……大人，王妃姐姐的字迹我最熟悉了，我来看看吧。这应当不是姐姐所写。穆侧妃，你怎么能包庇你的姐姐呢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老身来看看如何？是君老夫人。云兰见过君老夫人。好孩子，快起身吧。老身做这个见证，不知韩王和府尹大人可相信？老夫人可以做见证，还我王妃清白，韩萧感激不尽。好，信拿来吧。君家老夫人怎么冒出来了？君老夫人应该不会帮着慕云兰做伪证吧？这信不是韩王妃所写。不可能！我的意思是，事关重大，总是要调查清楚，有凭有据才好。从前并不知道君老夫人和王妃姐姐相识，怎么就识得她的字迹呢？你是？我是韩王新娶的侧妃。老身敢开口保证，自然是有凭有据。韩王和府尹大人瞧瞧吧，云禾递过去的是韩王妃帮老身调养身体时开具的药方。别说是识字之人，就是根本不认识字，也能一眼看出信和药方上的字迹绝对不可能出自同一人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放肆！大胆刁民，竟然敢污蔑韩王妃！不是的，那书信分明就是慕云兰所写。我自幼养在闺阁，从没有任何手稿笔记流出，为何你收到封信就斩钉截铁地说是出自我之手？我废物！我瞧着你也是个读书人，怎么能够做出编造谎言、毁人名节的恶毒之事？吃身都不正，还读什么圣贤书？可是这些书信是非黑白自在人心，我家王妃清清白白，不该承受这些污名。今日就请诸位做个见证。别管是字体变化还是用笔习惯，
明显能够看得出来，这根本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。不错不错，韩王妃的确是被冤枉了。我不知道云岚的自己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，就算书信证明不了什么，还有他给我的那些嫁妆呢？那些东西都在河中的楼船之上。韩王殿下，府尹大人，事情不查清楚，既然宋公子还有证据，那不妨一并拉出来查验，如此也好还给韩王妃一个清白。柳姨娘似乎比我还心急。王妃这是说的哪里话？你是国公府的大小姐，也是姨娘我看着长大的。如今出嫁，有了韩王殿下这么好的夫婿，我自然是希望你们两个和和美美，彼此之间不要有任何猜疑。姨娘这话听着好像是为我好，可我怎么越品越觉得味道不正呢？大小姐说什么呢？我自然是为了你好。这宋听雨骗了我的嫁妆，如今又回来胡言乱语，继续行骗，还拿出所谓的亲笔信，要往我头上栽一个与人无美苟合的罪名。这会儿证明了书信是假的，他又花样百出，拿着当初骗走的东西继续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柳姨娘若是为我好，怎么不见丝毫怒色，反倒是话里话外偏帮着这个骗子？我哪是偏帮着他，只是想着彻底查清楚。彻底查清楚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他今日拿着几封不知道谁写的书信，污蔑我与他有私情，明日就能拿着一块手绢，说我与他私相授受。当初我的确动过拒婚的念头，可我为什么不愿意嫁到韩王府？柳姨娘，你和妹妹应该是一清二楚吧？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不成？王妃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我一个妾室，平日里见到王妃这位大小姐，从来都是恭恭敬敬，不敢有丝毫逾矩之处。对于王妃的婚事，更是没有插嘴的资格。你拒婚与否，又怎么可能与我一个妾室扯上关系？姨娘不要伤心了，王妃姐姐说什么便是什么，哪里有我们辩驳的余地呢？王妃不愿意继续调查，那便不查了，直接把那宋听雨当成骗子拉下去处置了就是。哼，柳姨娘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若是立马让人把宋听雨处置了，反倒是显得我心虚。既然要查，那就大庭广众之下好好的查个清楚明白。府尹大人，我可否问宋听雨几句话？韩王妃尽管问便是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你确定船上的东西就是我的嫁妆？没错。好。第二个问题，你确定这些嫁妆是我所赠，为的就是和你私奔，当做盘缠？没错。如果最后查实这一切都是你的谎言呢？如果我所说的就半句谎话，那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诅咒发誓若是有用的话，何须朝廷律法来约束？若你说谎，那就是诬陷亲王正妃的大罪，逃脱不了律法的制裁。府尹大人，我的话问完了，请您派人上船把东西取下来吧。顺天府差役很快抬着一箱箱东西走下来，扭头就看到穆锦柔苍白着脸色，一副见了鬼的样子。穆侧妃这是怎么了？瞧这脸色不太好的样子。姨娘，不能，你难不成他发现了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？天气闷热，耽误了大家这么长时间，事情也该有个了断了。府尹大人，直接让人将箱子打开吧。好，立刻将箱子打开。住手！妹妹这是做什么？之前你和柳姨娘不是还着急调查清楚真相，还我清白吗？我孽障！事到如今，还不快把你当初犯下的错误一五一十的向王爷禀告清楚！王爷，王妃说的没错，那宋听雨的确就是个骗子。柳姨娘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谁是骗子？说的就是你，王爷。4年前，王妃因为年幼，喜好自由，的确是升起过拒婚的念头，也曾想过要离开上京。因为王妃和锦柔姐妹情深，锦柔也帮着在旁边出了主意，让她预留下一部分嫁妆当盘缠，并且将这些东西提前交给了宋听雨来保管。不是这样的。王妃和锦柔都是性情单纯的好孩子，你故意接近，透露自己有一艘楼船，还说知晓从上京到江南的水路。他们两个深闺小姐哪里懂得人心险恶？王妃是希望得到自由，而锦柔则是想着要帮助自己的姐姐，让她开心，所以就这样将嫁妆交给你，想要借着你的船离开，却不想你直接卷着东西逃走了。你诬陷我，柳姨娘，你这是准备过河拆桥啊！你卷走了那么多东西，却依旧贪心不足，屡次写书信来威胁，让锦柔给你银钱，否则就污蔑王妃和你有私情。锦柔为了维护自己的姐姐，便答应将嫁妆给你一些，让你彻底离开京城。可她哪里知道，你就是条喂不饱的狗！贱人，你放屁！王爷，我这次带锦柔过来，就是想向王爷和王妃认错，不再纵容包庇宋听雨这个恶毒小人。
你的意思是，4年前王妃拒婚，并不是因为和这个宋听雨有私情？是。那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帮着王妃澄清？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姨娘，人微言轻，平时连府门都出不得，哪里会有开口的机会？那楼船上抬下来的这些东西，是宋听雨胁迫锦柔不得不给他的。王爷，隐瞒当年的事情是我出的主意，是我不让锦柔说出去的。姨娘，怪我错信了好人。一路过来的路上，我心中百般纠结，既想疼惜女儿，帮她隐瞒下当初做下的蠢事，又自觉愧对王妃，愧对国公府，实在是无颜见人了。当初我被诬陷，百口莫辩，没有任何人相信我。罢了，4年时间我都熬过来了，早已经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。宋听雨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刘氏，王妃问话，你岂敢吞吞吐吐？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怕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来人，将差役刘大扣押起来。王爷，下官一定严查此人。刚刚那一脚若是踩下去，怕是会直接要了宋听雨的命。刘氏，你这个贱人！当初是你找到我，让我去勾引韩王妃的，还说让我尝尝世家贵女的滋味。是你们看不惯韩王妃，想要毁她清白，要她性命。韩王殿下，我和韩王妃清清白白，面都没有见过。宋听雨，死到临头你就胡乱攀咬。王嬷嬷，那个王嬷嬷，就是她在我和柳姨娘之间传话的。姨娘，王嬷嬷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从你刚刚开口污蔑韩王妃开始，我就知道你和那个宋听雨就是一伙的。不是，我刚才没有出声，就是想看看你和宋听雨还能搞出什么把戏。王爷、王妃，这刁奴罪大恶极，勾结宋听雨，里应外合，算计王妃和锦柔的嫁妆。两位不必给他留丝毫颜面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好了。将他带回王府。是。韩王殿下，这宋听雨，王妃之前说了，诅咒发誓无用，朝廷自有律法。本王相信府尹大人会秉公处置的。是，本官一定将这件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。王妃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大人，穆侧妃的嫁妆，这宋听雨还没有来得及运走，可我的却已经4年不知所踪。还望大人帮我调查清楚，感激不尽。韩王妃放心，下官一定尽心尽力。那这些东西，既然是王府之物，自然应该由王爷和王妃带回。多谢大人。进入芳菲院，王爷，我想单独和柳姨娘妹妹聊一聊。王爷不如去看看八宝和周周吧，天色晚了，他们还没有回来呢。好，在此之前，有一人需处置。来人，王嬷嬷以奴欺主，污蔑王妃，罪无可恕，杖毙。穆侧妃官刑。王爷，王嬷嬷是照顾了我多年的老人了，她今日犯错，诬陷王妃姐姐，我心中和王爷一样憎恨。可到底一场主仆情深，我实在不忍心看他。既然主仆情深，你这个做主子的怎么能不送他最后一程呢？我殿下，锦柔自小就是这般柔弱心软，见不得旁人受苦，还请王爷恕罪。王嬷嬷差点毁了王妃的名声，实在是罪无可恕，杖毙都算是便宜了她。若是真的影响了王爷和王妃的感情，便是杀他个100次1000次都不解恨。柳姨娘说的极为在理，韩王府绝容不下构陷主子、以下犯上之刁奴。之前有春花和春景毒杀太后爱妃，诬陷王妃在先，之后又出了一个意图毁掉王妃清誉的王嬷嬷。本王是真想不明白了，原本这安安稳稳的韩王府，怎么竟出这样的败类？王爷教训的是，芳菲院的下人都是我亲自为锦柔挑选的，如今屡次犯错，是我这个做姨娘的没有仔细把关，请王爷责罚。哼，柳姨娘，你虽为贱妾，可好歹也是修国公府的人。王爷刚刚迎娶了穆锦柔，怎么可能亲自下令责罚你这个亲娘呢？柳姨娘也是摸透了这个道理，才直接把所有的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吧。王妃，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心思？好，算你没有。既然你说下人挑选的不过关，那就把穆锦柔身边的所有下人全部带回修国公府，好好教导规矩吧。王妃说笑了，锦柔身为侧妃，身边若是没几个下人伺候，怎么在柳姨娘眼中，堂堂韩王府还挑不出几个下人？不，我自然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不是，就这么定了。在此之前，让他们一并关完刑再走。来人，立刻把王嬷嬷拖下去。是。柳姨娘，侧妃，救命！救救奴婢！奴婢伺候了你们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总有苦劳，求求你们救救奴婢！王爷，王妃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罪该万死。王嬷嬷，你自己罪大恶极，被杖毙也是咎由自取。
王爷和王妃没有牵连你的家人，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果然，听到了柳姨娘的警告，任由王府护卫将她按在凳子上，手臂粗细的廷杖高高举起，重重落下。莫云兰看着见到血光的刹那，忍不住皱了皱眉心。啊！楚寒霄看他蹙眉，还以为他害怕血腥，下意识帮他挡了。九妈，那你能不能往一边码？我想接着看看。好。廷杖不断落下，王嬷嬷从刚开始的高声哀嚎，到后面无声抽搐，渐渐的彻底没了声息。一些下人已经忍不住跪倒在地上干呕起来。穆锦柔身体摇摇晃晃，看着王嬷嬷送了命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竟是丝毫不害怕了。王爷，你去看八宝和周周吧，这里有我。好，你小心点儿。穆锦柔再次醒来，娘，回禀王妃，王嬷嬷的尸体已经被拉走，按照王爷的吩咐扔到乱葬岗去，地上的血迹也已经清理干净，只是还有一些残留着，洗不干净。洗不干净就留着吧，锦柔妹妹瞧见了，也能时时引以为戒，好好约束下人。是。秦管家退了下去。穆云兰，看到你这么恨我，我就放心了。大小姐，你和锦柔可是亲姐妹，如今又共侍一夫，这可是难得的缘分。锦柔之前年纪小，性子冲动，做事难免冒昧了些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你们姐妹二人若是能够互帮互助，岂不是可以牢牢地掌控整个韩王府的后院？大小姐小的时候最喜欢锦柔这个妹妹了，你们两个同吃同住，小姐妹之间的情谊让我这个做娘的看了都觉得感动。大小姐可还记得，你和锦柔的肩膀上一左一右各有一颗红痣，你的在左边，锦柔的在右边，位置都一模一样。这说明你们两个天生就该是姐妹。柳姨娘，我怎么不记得穆锦柔身上有什么红痣啊？而且你说错了，我肩膀上的那颗红痣在右边。是我脑子记糊涂了，锦柔身上没有痣。没有红的，不是有黑的吗？就在她的臂弯处。大小姐今日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揭穿了那宋听雨的真实面目，实在是该好好的庆祝一番。不过天色不早了，我身为姨娘不能在外过多久留，今日就先告辞了。不着急，柳姨娘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看看你为女儿准备的嫁妆再走吗？姨娘，穆云兰实在是欺人太甚，她把我所有的嫁妆都给抬走了。你瞧瞧现在的芳菲院，地皮都被人铲了一层，可谓是寸草不留。锦柔，你姐姐为正妃，是韩王府真正的女主人，你是侧妃。虽然说身份比普通的妾室要尊贵，但也不能拿巧。不过是一些身外之物，你姐姐喜欢，让她拿去就是了。姨娘，可是看妹妹这样子，可真是舍不得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把东西给你留下，不拿走了。算算时间，这宋听雨应该被关入大牢审问了吧？一个骗子，整日胡言乱语的，说什么都当不得真。也对，王嬷嬷死了，宋听雨没有任何人证，别管说出什么话，都能被当成攀咬。可如果有证据呢？什么证据？哪来的证据？这宋听雨书生出身，父亲却是个赌棍，卖掉了妻女，只留下宋听雨这个儿子。我是怎么知道的？柳姨娘就不必管了。4年前，宋听雨的父亲突然得了一笔意外的横财，一下子还清了1000两银子的欠债。这又能说明什么？宋听雨骗了你的嫁妆，里面有银子，或者当掉了一部分东西还账，都有可能。柳姨娘以为他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4年前，柳姨娘派人去杀人灭口，你的人将宋听雨父亲捅了2刀之后扔入了河中。我说的可对？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人没死。不可能。哼，承认了。大小姐，若这人真的活着，你怎么会和我说这些？难道不应该直接告诉顺天府尹？我想弄死你和穆锦柔，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可你们母女做足了恶事，我不想让你们死得太痛快。柳姨娘大可不信我的话，只是入了大牢之后别后悔就是了。天色晚了，本王妃也该回去休息了。姨娘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本可以将人送到顺天府，而你没有这样做，就是想要和我谈条件吧？大小姐不妨仔细说说。宋听雨是骗子，我的那些嫁妆应该能被找回来的。柳姨娘，你说呢？
那些东西究竟在何处？大小姐不是应该最清楚吗？看来没得谈了，也好。等等，我仔细想了想，的确是应该能找到的。这不就是了？我装架上的箱子还留着呢，前2日刚清理出来，等东西找回来就可以重新装回去了。是。哎呀，这东西能找回，我可就了却了一桩心事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柳姨娘早些回去吧。是该回去了。大小姐也有4年没有见过老爷和夫人了吧？这4年，夫人很是想念大小姐呢，想的人都消瘦了。柳姨娘说的是，忙过这几日，我会回国公府探望父亲和母亲的。那我就在国公府等着大小姐回家探亲了。娘，那孟云兰说的是真的，宋听雨的父亲真的还活着？我不知道，我看那小贱人分明是故意这样诈我们，然后坑我们的钱财。那么多东西，我们要全部补回去的话，这些年的家底儿岂不是全没了？可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宋听雨的父亲可是认识我的，当初我派人灭口，做得极为隐蔽。可穆云兰却说出了细节，我不敢赌。可是那些东西，你的嫁妆都是最好的，和穆云兰的差不了多少，只能先委屈你，用你的补上了。什么？凭什么？凭我们棋差一招，人活着才能去争。锦柔，你可别想差了。娘，你别生气，我只是太过着急了。那些嫁妆本就是你给我置办的，直接拿去就是了。放心，只是暂时安抚住穆云兰罢了。属于你的东西，娘一定会完完整整的给你拿回来的。他起身走到门口的箱子前面，他便直接打开来看。穆云兰，娘，穆云兰，娘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好一个穆云兰，她这是把我们彻底耍了。怎么敢如此大胆？没了，全没了。柔儿，别怕，一次吃亏而已，娘会帮你讨回来的。娘，我要穆云兰死，我要成为韩王妃，我要永远压她一头。放心，娘一定帮你做到。另一边，穆云兰心情极好的朝着西院走，那些砖头可是柳姨娘放在的嫁妆箱子里的，如今物归原主，她应该极为高兴吧。四叔可好了，还带我们去看他的宝剑和飞刀呢，那么大。四叔有好多书，他答应都送给我。我也有宝剑和飞刀，书也很多的。四叔还答应明天再带我们出去玩。嘿嘿。四叔明天还来呢。我明天不上朝，也可以带你们出去玩。才不要，我们才不跟你这个大坏蛋玩。你对娘亲不好，我们要跟你绝交的。可这话却让楚寒霄僵硬在原地。娘亲，抱抱。娘亲，娘亲身上脏，现在回去沐浴换衣服，宝贝们等着娘亲哦。好的。娘亲，等你哦。穆云兰拿了衣服就往浴房里走，虽然是夏季，她还是准备烧一些热水。我来。水准备好了，你沐浴吧。王爷，芳菲院的下人都遣送走了，我想重新招一批人过来，我这边也需要几个侍女来照顾起居。若是有侍女在，烧水这样的小事就不用王爷亲自动手了。你看着安排，那个水还有些烫，自个再加一些凉的，我出去等你。穆云兰舒舒服服泡了个澡，刚打开房门，就看到了等候在广玉兰树下的楚寒霄。王爷，还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说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今日你在外露面时，闹出了很大动静，怕用不了多久，母妃那边呢就该选我们进宫。八宝和周周，王爷放心吧，八宝和周周的出现不会给你添任何的麻烦。说完，他直接转身回房了。他愣愣站了好一会儿，这才转身朝着揽翠居走去。瑞阳已经等候多时。主子，王嬷嬷还剩下一口气，请来屈大夫下了重要吊命，从他口中审问出了一些东西，请主子过目。看到上面的内容，忍不住重重一掌拍在桌面上。主子息怒，确定了王嬷嬷所说的都是真的？属下生怕有假，还专门审问了春花和春景，他们一直跟在穆侧妃身边伺候，对于国公府内发生的事情，多少也是有些了解的。他们的说辞和王嬷嬷相差无几。楚寒霄死死盯着供词，回忆着4年前新婚夜发生的事情。可是现在他才知道，
慕云兰心灰意毁容，甚至说出失身于旁人的话，竟然全是被人算计。主子，王嬷嬷伤势太重了，只说了一点消息便咽了气。春花和春景知道的东西极为模糊，并不了解细节，想要彻底调查清楚4年前的事情，只能从国公府那边入手了。慕云兰失身于旁人是假，那么八宝和周周不就是他的孩子吗？4年的缺席，他真的错过太多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等等，让秦总管选一些侍女入府，要规矩周全，性子安分，又会照顾人的，多选一些，送到王妃那边，让王妃挑选。是。瑞阳转身刚走了没2步，还有，吩咐一下工匠，西院那边的修缮加快速度，不过不能惊扰王妃和2位小主子休息。是。瑞影应答完，站在原地没有动弹。西院这每个月份例多加1倍，按时给王妃送过去。昨日府中不是新到了一批将来的果子吗？分拣出来送给王妃。是。楚寒霄说完，等了一会儿，发现瑞影像跟木头一样站着，没有动弹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，属下以为主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。这就去。心愿，八宝，怎么了？是有什么心事吗？娘亲，大坏蛋不喜欢我们吗？八宝这么想，是楚寒霄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了吗？没有，八宝只是听到别人说大坏蛋会把我们都赶出府去，他不会喜欢娘亲，也不会喜欢我们。八宝，你瞧，我们不仅仅长了耳朵，还有眼睛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很多事情呢，不能只听别人说，也要自己去看看。娘亲，我懂了，我们不仅仅有眼睛和耳朵，还有聪明的脑袋。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都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遍。说的真棒，我们要用心，用脑子理智的去分析，然后呢，用心感性的去理解，综合起来才能不被外人左右。娘亲，八宝明白了。哼，那走之后就把那个破王府炸上天，这是大坏蛋当爹爹不负责任的代价。八宝下了决定，很快便甜甜睡着了。既然这样，有些事情就要变一变了。八宝和周周需要一个好父亲，那么楚寒霄就必须是，不是也得是。一夜好眠。哇，是果子！八宝、周周，你们怎么看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哇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于是大半的果子呀，都进了周周的肚子。吃饱喝足，八宝跑到自己的专属房间里去搞秘密研究。周周呢，则挺着圆滚滚的肚子，拎着小鱼干去揽翠居祸害锦鲤了。奴才参见王妃。免礼。王妃啊，王爷吩咐送来一些侍女，请王妃挑选，以后方便办些杂事，供王妃差遣。抬起头来。是。花间，慕云兰率先将花间挑选出来，而后根据眼缘又挑选出7人，就他们8个吧。另外芳菲院那边也要送过去2个人，秦总管看着安排。是。奴婢花间见过主子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奴婢关注着王府，见到秦总管一早挑选下人，便上前自荐。秦总管似乎认识奴婢，问都没问就让奴婢跟着一起入府了。江离呢？江离昨晚试探着入府，不过被王府护卫察觉，他让奴婢告诉主子，夜晚西院有10几名暗卫守护。我就知道他没那么简单。柳姨娘伙同宋听雨出手陷害，多亏你和江离的帮忙，不然我可没那么容易脱身。主子，这不都是奴婢等人应该做的吗？说起来还是主子思虑的周全，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。花姐，以后西院的事情就交给你来费心了。主子放心，奴婢必定尽心尽力。好，你先下去看看住的地方，然后其他几个侍女全部交给你来安排。是。烂翠居内，主子，您问了3遍了，王妃收下果子了，但是真的什么都没有说。八宝和周周呢？公子在自己的专属房间呢，说是在做什么很厉害的试验，属下不敢擅闯。小姐就在外面水边的凉亭里。第2天还是昨天的实说，都不是果子，而是各种精心烹调的肉食。哼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果然贼心不死。接下来的2日又送来绸缎布料和儿童玩具。楚寒霄没等到慕云兰沉不住气，等来了皇帝宣他入宫的口谕。花姐，上京最近多了不少流民。是，多了至少2成，大多数都是从洛城那边过来的。吩咐下去，朱严格歇业，另外让江离带船亲自跑一趟江南，带足了银子，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方子上的药材。主子，您可是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上京管控严格，这里多了2成流民，说明洛城以及周边至少有几千灾民流出，恐怕要出大事。娘亲，很快，坏蛋叔叔要死掉了！王爷受伤了。
回王妃。是，听瑞影说，皇上当众惩罚了王爷，鞭刑50啊。慕云兰走进房间，立马闻到淡淡的血腥味儿。王爷，您别动，别动啊！喂，周周不让你死！爹爹没事儿，就是点小伤罢了，不用担心。爹爹很厉害的，怎么可能会死呢？周周和哥哥一起玩一会儿，娘亲盯着，不会有事的。周周乖巧的点头，和八宝一起出去了。楚寒笑刚才还挺直的身形微弯。这……屈太医，我来吧。脱下上衣，他仔细查看，打你的长鞭上裹了铁丝。啊！他拿出一颗有麻醉止疼效果的药丸，塞进他的口中，一边取出碘伏大面积消毒，一边用手术刀快速清理被污染的窗口。王妃啊，床褥都脏了，劳烦您扶一下王爷，在下和瑞影更换一些东西。刚刚清理完，楚寒笑身上已经没有了血腥气。慕云兰心中有几股不自在，想要让他自己站好，可仰头看到他的样子，话一下子哽在了喉咙口。主子，床铺换好了，您快来休息一下。王妃，王爷受伤严重，后半夜怕是会发起烧来。看我差点忘了，王妃医术超群，根本不用下官提醒。那下官等人就先告退了，不打扰王爷和王妃休息。等等，屈太医，你不留下看看？有王妃在，下官怎敢班门弄斧？将王爷交给您，再放心不过了。不是，我要照顾孩子们。王妃，您放心吧，属下会照顾好2位小主子的，而且还有侍女们在呢，一定不会出现任何差错。既然有侍女，王妃明鉴，王爷说了，侍女入府是为了伺候您和小主子的，他不用，说是交给侍女，王爷醒来发现之后必定会生气，生气了，伤势好的就慢，好的慢了，还得王妃您来照顾。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。属下告退。说完，火烧屁股一般往外跑。有一味药叫什么来着？我得去研究，好好研究，彻夜研究，研究不明白，明天就上吊。倒是大可不必。楚寒萧缓缓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空无一人的房间，微微垂下眼睑，遮盖住眼底的失望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缓缓地合上眼睛。这天还真是说变就变，刚才还好好的，突然就刮风下雨了。王爷，你不好好休息，在展示自己坚强的意志吗？摄影呢？陪着八宝和周周在厢房玩呢。你若找他有事儿，我给你喊过来。不用。你……王爷放心，我只是睡觉，不会对你做什么。你连躺下都不能，也不方便，对吧？王爷，睡了吗？没。你今天应该休沐，却突然被召入宫，还受了这么重的责罚，发生了何事？我负责的案子出了问题。洛城赈灾银两被贪墨一案。是。不是应该查问的差不多了吗？涉案官员35人，3品以上6人，而且我查到了笔银两，送入了太子的手中。太子府？是。你是如实上报的？是。那可是太子啊！我知道。他知道自己上奏的后果，知道触怒皇帝的后果。可这桩案子事实就是如此，要隐瞒下这桩案子无比容易，他甚至可以从中获利。可那些水深火热的灾民呢？总要有人为他们说上1-2句公道话吧。楚寒笑，你身上的伤什么样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还没有换药，怎么就坐起来了？王妃教训的是。娘亲。哎呀，宝贝们早，昨天睡得好吗？这些东西，这是周周和哥哥的心意。屈爷爷说叔叔受伤了，这几天都要躺在床上，所以周周和哥哥就带这些吃的玩的来看他。楚寒萧突然发现自己的心意无比的坚定，他想要慕云兰留在身边，他想要八宝和周周这2个乖巧的孩子。王妃，奴婢前来伺候您洗漱，进来吧。哇，娘亲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娘亲最漂亮，无敌。他什么呀？王爷，别看了，桌子上的那些东西你都吃不了。这碗是你的，我看王爷刚刚回来，挪动还挺利索的。自己喝碗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我受伤了，伤口疼得厉害。这有什么呀？王爷不仅有可以息张的内力，还有受伤熬夜的毅力，我相信你。王爷，我需要再去一次朱颜阁，八宝和周周就交给王爷来照顾了。好，最近盯着韩王府的人不少，你的身份暴露，难免是引起了别人注意，带上瑞影跟其余的一些护卫。瑞影就不必了，让他留在府中听候王爷差遣，我会带其他人一起去。也好。王妃的医术可真是出神入化，不愧是鬼手医圣一脉。王妃自是不同寻常。谁说不是呢？三哥，你们快让开，
我可是三哥最疼爱的弟弟，他怎么可能不让我进去探望呢？四叔叔，四叔的甜心宝贝大乖乖们，四叔想死你们了！四叔给你们带了好东西，正在门口往下卸车呢。哎，你们想看吗？想。好，瑞雅，快带着小主子们去看本王的礼物。是。森哥，你的伤？王妃帮着我包扎上药，处理好了伤口，又服用了镇痛的药物，昨晚上都没有发烧，这会儿行动起来，只要动作幅度不要太大，就没什么大碍。怎么了？森哥，你第一次和我说这么长的一句话，说正事。森哥，今天早上朝堂闹出一锅粥了，天刚亮，父皇直接下令杖毙了太子宫中3个属官，4名内侍，宫女也大换血。今天一早，父皇对太子的态度不冷不热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父皇对他这样。不过这也是他活该，赈灾的银子都敢贪墨，他就不怕夜晚睡不着，落成受灾的亡魂找他索命吗？有父皇的庇护，他怕什么？事情算是过去了吧？啊，森哥，你都猜到了，父皇太偏心了，你只是说了实话就被当众鞭刑，丝毫不顾及你多日的辛苦。可太子呢？他赈灾银子都贪，那是多少条人命啊！他四弟，森哥，干脆借着这次受伤，称病不再理会，彻底将这桩案子脱手出去。太子那边生怕你再查出不妥，一定会找人接手的。事情已经闹大，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，太子也不敢太过分。洛城那边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赈济。不用，三哥，难道你打算和太子硬扛到底啊？父皇不会允许任何人动摇太子地位的。太子可以因为父皇的偏心，暂时不用受罚，可那些官员、朝廷的蛀虫，一个也不容放过。三哥，你尽管放手去做，弟弟永远支持你。不管以后遇到什么问题，我永远和三哥你共进退。说起来问题，我还真有一个。皇兄，你尽管吩咐。吩咐倒是不用，就是你对八宝和周周这脾气了解的如何？大乖乖们呀，又乖又萌又聪明，又软又香又听话，简直就是梦中情娃。看来了解的很透彻吗？必须的。那你有办法让他们两个改口叫我爹爹吗？皇兄，你的意思是？八宝和周周是我的孩子，我要让他们成为韩王府堂堂正正的小主人，而不像如今这般被人百般议论。皇兄，西院那位，当年的事情，你三嫂全然的受了旁人算计，如今这笔账还没完全查清楚。不过，迟早我会帮着他找那些人彻底清算的。我就说嘛，上次一见三嫂就感觉她不是那般糊涂的人，当年肯定是年纪太小，受了旁人的蛊惑，才会和三哥你疏远了。啊，临河码头上发生的事情已经彻底传开，想必很快就会传入宫中。三哥，入宫之前，你可一定要做好周全的准备。我担心太子会因为这件事情对你发难。放心，我已经让人着手准备了。那就好。说起小孩子，我还真有不少办法，不就是改口吗？三哥放心交给我，我现在就去把八宝和周周带过来。不一会儿就抱着八宝和周周乐颠颠的跑了回来。周周叫什么呀？坏蛋叔叔。八宝要叫什么呀？叔叔。表现出不满意这个答案的样子，将点心收回，递给楚景木。三哥。啊。楚寒笑再次拿点心递给周周。三哥。哎呀，这个结果怎么和他们预想的不太一样啊？爹爹。叫呀。楚景木感觉自己被欺负了，点心换爹爹这个游戏最终以失败而告终。鲁班锁这个东西真的有人能够打开吗？扭头将鲁班锁拿在手里，白嫩的小手这里掰掰那里敲敲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原本严丝合缝的精密鲁班锁变成一地的零件。大乖乖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四叔叔，记一下每个零件的形状和组合方式，懂得了原理，很简单的。这所有零件的形状和组合方式你都能记住啊？很简单的呀。简单吗？难道小孩子和大人口中的简单完全不是一种理解方式？传皇上口谕，韩王殿下，那两个孩子怎么？父皇的口谕不是传给本王吗？是，只是既然是，公公传达就是了。是，那韩王殿下就跪下听口谕吧。那内侍又是清嗓子又是正衣冠，故意拖延时间。就在楚景木忍不住要动手揍人的时候，传皇上口谕，韩王楚寒霄戾气太重，以至于影响太后凤体康复，从即日起发闭门抄经100卷。楚寒霄刹那间冷下眸光，哼，需要他三哥上战场保家卫国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他戾气太重呢？如今边境无战事，就说他三哥戾气太重了。韩王殿下还不快领旨谢恩？我家王爷先生，
听到因为自己的缘故导致太后娘娘凤体欠安，真是愧疚的失神了。王爷，谢恩吧。是，儿臣领旨，谢父皇隆恩，必定在府中好好抄经，为皇祖母祈福。这大热天的，几位公公前来传旨，真是辛苦了。花间，花间立刻上前送上一只荷包，小小心意，请几位公公喝茶纳凉。那就多谢韩王妃了，奴才等人告退了。几位公公一路顺风，慢走不送。哼，收了他的东西，一定会走得顺顺利利的。弟弟见过三嫂。安王殿下免礼。三哥，你怎么了？可是被那几个狗腿子内侍为难下跪，牵扯到了伤口，伤势又严重了。那些个狗东西更会见风使舵。三嫂，你快帮三哥看看，我昨日肩膀受了伤，撑不住了。慕云兰赶忙上前将楚寒霄扶住，带着他回到房间躺下，解开外衫。他解开纱布，帮他重新上药包扎。三哥，你等着，我去看看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怎么好好的，父皇又突然降下了责罚？不用了，三嫂知道。我刚从朱颜阁回来，外面已经传遍了，太后头风执症发作的越发严重，现在已经卧病在床，起不来身了。青天剑监正夜观天象，说星象凶险，有戾气横生，才使得太后凤体不和。最后这戾气的来源直指韩王府，所以才有抄经这一说。青天剑，谁不知道青天剑监正是太子的人？一群干拿俸禄却不干人事的狗东西。王爷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样明显的陷害，一看就是太子故意给三哥施压。这种案子一日在三哥手中，这星象恐怕就一日好不了了。几个内侍明显也是狗仗人势，一看就是太子派来专门膈应三哥的。三嫂心善，还请他们喝茶，白白浪费了一番心意。这些狗东西定然不知好歹。有些银子该给还是要给的。三哥，星象的事情可大可小，我现在去联络一下朝中官员，让他们帮你说话。不用，太子出手，无非想着给我施压，让我好好的斟酌手中的案子，我必定不会如他所愿。今末我需要一些个江湖上的人手。三哥，五湖四海皆兄弟，你需要哪个区域的，都包在弟弟身上。我把一些东西交给你，你派人散布出去。没问题。楚简木接了任务，急匆匆的离开，远远的看到一群人围在河边闹哄哄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去瞧瞧。是，王爷，刚刚前去韩王府传皇上口谕的内侍们乘车返回了皇宫，突然一群蜜蜂飞了过来，围着他们就发动了攻击。马匹受惊，直接冲进了湖里。这会儿同行的禁军正满湖里捞人呢。刚刚属下看了，为难韩王殿下的那个内侍被捞上来，肚子胀得跟鼓一样，就算是没凉透，估计也快了。本王还以为是谁这么不走寻常路，原来是这群不干人事的。你回府，把本王花园里的花收拾收拾，挖出来栽种在这临河边。小蜜蜂辛苦啊，本王要好好犒劳犒劳他们。烂翠居，这么大的食盒是给谁的？怎么还没送出去啊？给你的。说吧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？你先吃。你先说。你是我的王妃，府中的一切有一半是你的，吃点东西罢了。本王能要求你做什么呢？你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啊。我想着让八宝和周周改口叫我爹。你说什么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他们是我的孩子吗？既然是我的孩子，那么叫我一声爹爹，不也是理所当然吗？你试过了？我……八宝和周周不买账啊？想让我帮忙？唉，王爷，你要知道，小孩子幼年的经历是会影响他们一生的。我虽然是孩子们的娘亲，可也不能逼迫着他们做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有道理。是吧？所以啊，得加钱。加钱？不然呢？他们俩是好孩子呀，你……多谢王爷提醒，加双倍。王府中馈在你手上，我的私库也被你搬空了大半，其余的……没事，王爷可以先写张欠条嘛，分期付款。分期？没错，花明天的钱还今天的愿，让生活美满，不留遗憾。那明天用钱时候该咋办啊？王爷，做人要有远虑，可也得想得开啊。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，万一没有明天呢？你岂不是赚到了？王爷瞧瞧，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慕云兰的产业，楚寒霄要无条件的支持。以后楚寒霄以及韩王府的所有收入，慕云兰都可以无条件的分走2/3，最终解释权归慕云兰所有。按道理来说，一家4口，我和孩子们应该分走3/4的。可我体谅王爷辛苦，八宝和周周也该对你尽尽孝心，所以呢，给你留下1/3。王爷，你感动吗？楚寒霄握着笔，莫名的有种签卖身契的感觉，直接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还需要我按个手印吗？这契约书只有1份，是不是不大妥当啊？要1式3份，你我各留着1份，然后再找人做个见证吗？啊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呢？莫云兰拿着新鲜出炉的欠条，找到八宝和周周的时候，依旧在思索楚寒萧的异常。总感觉这家伙签的时候美滋滋的，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陷阱？这也没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吧？啊，乖宝贝，娘亲，娘亲，八宝好想娘亲呐。娘亲，胖经理不听话，都不会乖乖咬鱼钩。周周想要跳进水里教训他们，可是大坏蛋不允许。娘亲，大坏蛋今天想让我们改口叫爹爹，八宝和妹妹都拒绝了。娘亲，周周差点没有拒绝，是哥哥提醒了我。妹妹，你没有扑过去直接叫爹爹，已经很棒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现在有个事情，娘亲要宣布一下。娘亲，是什么呀？莫云兰想了想，把改口契书送到2个宝贝的面前。口啊，都是周周不认识的。改口契书？没错，改口契书。娘亲把你们2个的改口权给卖掉了。哎，八宝怎么了？娘亲，早知道改口能赚钱，八宝和妹妹当初就不应那么痛快的叫四叔啊。应该还有祖父祖母、其他叔叔伯伯们吧，好像也还来得及。烂脆居，王爷，我把八宝和周周带来了。来，孩子们，我郑重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你们的爹爹。等等，王爷，契书都签了，手印都摁了，这可不能毁约，要付违约金的。不是，改天吧。改口延迟，钱不退的。好，不退。主子，王妃，大事不好了。何事？宋听雨不知为何在牢中自尽，自尽之前留下了血书，说自己和王妃有私情，而且还说了什么？还说2位小主子是他的孩子。人已经死了。是。顺天府大牢这狱卒是摆设吗？犯人关押其中，想自尽就自尽，还能留下了血书？用不了多久，这血书的内容就会传遍京城吧？是，如今已经开始流传了。果然。云兰，对不住。你道什么歉？人又不是你杀的。太子是想着用这样的方式逼迫我放弃洛城赈灾银两贪污案，放过牵扯其中的太子一派的官员。那你准备放吗？他们该杀。既然该杀，那就全部都给他们送走。准备纸张，我们开始抄经吧。抄经？没错，抄经，诚心诚意的抄完，然后供奉到太后的面前，好好的表一表孝心。八宝和周周也一起抄。哼，太子想争想斗，怎么针对楚寒萧他不管，可他千不该万不该把脏手伸到八宝和周周的身上。接下来的几日，各种流言在有心人的推动下层出不穷。太后传出话来，说他头风之症越发严重，思念自己的爱宠小金，让韩王府派人送入宫去。楚寒萧写好最后一笔，周周举着小手在最后空白处按上一张小手印儿。娘亲，好了，大功告成啊，不错，可以进宫了。奴婢桂嬷嬷见过韩王、韩王妃。韩萧携王妃前来拜见皇祖母。韩王殿下，您来的不巧，太后娘娘刚喝了药，这会儿正午睡呢。您看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候着皇祖母醒来。那老奴就先入殿，太后娘娘醒来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韩王和韩王妃。桂嬷嬷退下，慕云兰默默念着时间。韩王殿下，太子在前朝陪着皇上赏太湖郡守献上的奇石呢。听闻您入宫，太子殿下十分担心您的伤势，请您过去叙话呢。王爷快去吧，我在这里等候皇祖母醒来，将小金的事情告诉她，顺便献上我们一家4口抄写的佛经。好，万事小心。知道了。已是初夏正午时分，慕云兰站了没多会儿就被晒得出了一身汗。她抬眸往四周看了看，径直走向不远处的树荫，拿出手帕垫着，直接坐到地上。哎呀，韩王妃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太后娘娘睡着，身为晚辈，竟然连等待都这么不耐烦，这不是大不孝吗？她迎着阳光微微眯了眯眼。韩王妃，太后殿前如此失态，你这是在蔑视太后威仪。魏嬷嬷，我是韩王妃，你一个下人敢直接对我动手？您当然是韩王妃，您的大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？毕竟
您4年前意图和一个穷书生私奔，被抓回来之前连清白都没了，如今又被人得知生下2个孽种，外面可都传遍了。韩王妃，您可把腰背挺直了，慈安宫中弯腰驼背，可是对太后的大不敬。说着，他将手探到慕云兰的腰侧，一把掐了过去。慕云兰没有挣扎，而是借势往那嬷嬷怀里一靠，屈起手肘，狠狠倒在了胸口处的穴位上。慕云兰假装摔倒，实则手臂狠狠撞上他的喉咙，肋骨断裂的声音十分细微，却被慕云兰精准地捕捉到。魏嬷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桂嬷嬷却直接两眼一翻，晕死了过去。快来人啊！天气热，桂嬷嬷站的时间久，晕倒了。宫殿中，太后正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外面喧闹声响起的时候，宫女吓了一跳，捶腿的动作略有些加重。太后恕罪，太后饶命！内侍立刻上前，将小宫女堵了嘴，拖出去了。不中用的东西，去把韩王妃请进来吧。是。孙媳慕云兰见过皇祖母。太后没有直接叫起，而是端起茶盏来，假装喝茶。慕云兰直接站直，放肆！韩王妃，太后尚未叫起，你怎能自行起身？慕云兰没有理会嬷嬷的呵斥，扭头走到一旁的椅子上，施施然坐下来。放肆！韩王妃，你太放肆了！殿门口已经有宫人聚集，只等太后一声令下，就将慕云兰带下去处置。听闻皇祖母头风之症发作的厉害，孙喜早该入宫请安的，不知道皇祖母现下如何了？你还知道哀家是你的皇祖母？皇祖母哪里的话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孙喜还能忘吗？哀家的小金呢？你进宫没把小金带来？唉，皇祖母，穆侧妃上次入宫没有如实告诉您吗？小金死了呀！什么？死了？哀家的小金，哀家的头好疼。韩王妃口不择言，导致太后娘娘身体不适，头风之症再次发作，快去禀告皇上。是。慕云兰垂下眼眸，手指轻轻拨弄了一下手腕上的蚕丝赤金镯，没有人注意到房间中的檀香味道比刚才浓郁了一些。好疼！太后娘娘，你忍一忍，皇上马上就到了。太后还想开口，却不料头疼的越来越厉害，像是有人拿着钉子不断的往他脑子里面钉。皇上驾到！太子驾到！皇祖母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皇祖母，参见皇上，太子殿下。你们是怎么伺候的？太后怎么能坐在地上？还不赶紧把太后扶起来！是。皇祖母这是头风之症又发作了，姑来扶吧。却不知道此时的太后是真的疼得死去活来，直接挥舞着手臂抓挠过去。啊，太子殿下，太医呢？太后病重，为何不请太医啊？你们这些宫人都是摆设吗？把太医院所有人统统宣过来！皇上，下官无能啊！太后娘娘的病症这是又严重了。皇祖母的头风之症不是好了很多吗？怎么好端端的突然严重了？皇上，是韩王妃向太后娘娘起病的。太后本来好好的，见到韩王妃之后就这样了。韩王妃是皇祖母的孙媳，还能冲撞了皇祖母不成？更何况姑听说三弟和三弟妹这次入宫可是为皇祖母送上佛经的。父皇，佛经可是三弟一家子共同抄写的，足可见心诚啊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皇上，青天剑监正说过了，太后奉帖洽安，就是因为韩王殿下戾气冲撞。今日韩王殿下入宫，太后的病症就突然严重了。这奴才多嘴，应当是巧合。那个孽障呢？还不赶紧让他滚进来！孽障！父皇，三弟已经知错了，您罚也罚了，万不能再如此动怒了。楚寒霄走了进来，就见他面色苍白，额头上带着汗珠，玄青色的衣衫下摆上还沾染泥土的痕迹。此时楚寒霄往那边一跪，慕云兰也抬起头来，皇帝和太子才终于看清他的真容。这一刻惊鸿一顾，人间颜色如尘土。父皇，三弟身上有伤，三弟妹有体弱，让他们起来回话吧。啊，起来吧，老三，你身上戾气重，现在立刻出宫闭门思过你手头的事情。儿媳参见父皇。何事？听闻皇祖母身体不适，王爷带着儿媳和2个孩子连夜抄经，终于写满100卷。
特意送入宫中为皇祖母祈福。儿媳无意自夸，只是为我家王爷鸣不平。王爷孝心感动天地，身受重伤依旧坚持抄经，难道还不足以抵消守家卫国不得已杀敌时沾染上的那点戾气？皇帝想过过往，看向楚寒霄的目光略有些复杂。父皇，好歹拿出王爷抄写的佛经，让皇祖母瞧一瞧吧。如此也算是给王爷和儿媳等人一个表达孝心的机会。准。经文字迹工整而清晰，明显能够看出是出自两人之手。在一些书卷末尾空白处还印着可爱的手印。看到那手印，正当他想要询问，不疼了，哀家的头不疼了。太医连忙上前诊脉，太后娘娘脉象平稳，头风之症也已经不再发作，大喜大喜呀！皇上，瑶华宫的宫女在殿外跪求皇上救命呢。瑶华宫，德妃，宣进来。是。皇上，求您救救我们娘娘吧！德妃怎么了？回禀皇上，德妃娘娘连续3日跪经，为太后祈福，称愿意以身相替，为太后娘娘承担苦楚。刚刚晕倒了，娘娘叮嘱过，万不可将此事声张。奴婢担忧主子，去太医院请太医，却被告知太医都在慈安宫，奴婢不得已，只能前来求助。德妃现在如何？回禀皇上，奴婢出来的时候，娘娘仍旧昏迷不醒。慕云兰暗中掐了一把楚寒霄，德妃娘娘的戏演足了，接下来该你了。父皇，母妃之教育儿臣，要好好的孝顺皇祖母和父皇。今日母妃以身作则，可以换来皇祖母的平安，是万幸之事，是儿臣无能，不能为着母妃分担痛苦，心中愧疚万分，请父皇责罚。老三，起来吧，你孝心重，父皇一直清楚。来人，立刻派遣3名太医前去瑶华宫，仔细帮着德妃看诊。是。太后愣愣坐在椅子上，一时间回不过神来。她刚刚是怎么回事啊？皇祖母，德妃为您祈福，3弟抄写经文，真心是感天动地，这才换来您这么快转危为安呢。这些都是寒霄和他王妃抄写的，这字写的是真不错。哀家记得太医院的张院正对书法研究颇有心得。张院正，你瞧瞧这字写的如何？张院正上前拿了2卷，一张张看得极为仔细，甚至还不着痕迹凑到鼻尖闻了闻。回禀太后，的确是一手好字，微臣钦佩。他说着微微摇了摇头，轻说没有问题。走了狗屎运。哀家的小金。皇祖母，孙媳知道您伤心，没有看护好小金，孙媳心中也是万分愧疚。小金在宫中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，怎么到了韩王府突然就被害死了？孙媳失礼。皇祖母，您瞧，这里有几份供词，写明了小金被害的经过，凶手春花、春景2名侍女共认罪责，甘愿领罚。王爷日理万机，后院的事情是我这个做王妃的失察，皇祖母想要怎么惩罚，孙媳都认了。小金死了，尸体总在吧？皇祖母，不瞒您说，小金的尸体被人破坏了。什么？皇祖母容禀，烧毁小金尸体的凶手如今也找到了，且已经审问清楚缘由。皇祖母不妨看看这份供词。小金被害死也就算了，竟然连个全尸都没有留下，哀家还有什么好看？你说什么？小金的尸体里藏毒？没错，府中区太医医术绝佳，经过他这查验，在小金的骨灰中发现了余毒残留。孙儿想到皇祖母喜爱小金，最喜欢赏赐吃的给他，虽是不知道这毒是什么，可应该和宫中脱不了干系。小金中毒，岂不是说哀家也中毒了？太医连忙上前诊脉，可左诊右诊，始终不见什么异常。微臣无能，请皇上太后降罪。脉象如何？没有异常。无能。韩霄，你府中的那个屈太医，我记得他是上一任的院正吧？是。那医术肯定是没错的。皇祖母，屈太医这段时间一直废寝忘食的翻阅医书，为的就是找到这种毒的来源。皇祖母允许的话，明日孙媳带他入宫来为皇祖母请平安脉，顺便……他说着抬眸看了一眼华丽的宫殿。好，哀家就知道你是个孝顺的。明日按时进宫，哀家在慈安宫等着。
是。没有想到太后轻易便放过了韩王府。皇上，刑部尚书、礼部尚书府以及左都御史求见。